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魔头，却有7个美艳无双的女帝徒弟。数百年来你祸乱苍生，如今你被你的7个女帝徒弟联手困于诛仙剑阵中，运转无上大法提取你的罪恶记忆，让神人魔3界照到你的罪行。你的大徒弟北冥女帝看着剑阵中的你，冷漠地问出了他埋藏心底多年的疑惑：为什么你当年收了我，却还要屠杀我的满门？简直丧心病狂！可你只是淡淡的吐出几个字：我认罪，但我绝不后悔所做的一切。此言一出，群情激愤，所有人都喊着马上杀了你。关键时刻，瑶池女帝出面拦住了大家。当大家以为她是为了念旧情时，而她只是想要知道她的夫君为何会惨死于师尊之手。她祭出自己的本命法宝昊天镜，想要抽取你的所有记忆，寻找到夫君魂魄的线索。随着昊天镜发出耀眼光芒，记忆中你的开始浮现在大家眼前。爸妈是富商，从小对你宠爱有加，你本该在幸福中度过这平静的一生，可一切都在7岁那年被打破了。曾经恩公的儿子冷风来投靠你们家，你的父亲念及旧情，不但将其收为义子，还把产业交给冷风打理。看到这里，北冥女帝冷落雪惊奇地发现，这个冷风就是他的父亲，可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本以为将整个家族会蒸蒸日上，可是半年后却迎来突变。这个冷风原来是一个杀手，杀了恩公一家后，假冒长大后的冷风，他表面憨厚老实，却包藏祸心，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将家族所有产业掌握在自己手里，更是买通了家里所有仆人，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杀了你的父亲，并且早已觊觎你母亲美貌，于是用你的性命为要挟，让母亲就范。你娘为了保住你的性命，只能忍受此等屈辱，待将你偷偷送出府内后，就挥刀自杀了。看到这里，北冥女帝无比震惊，没想到你才是真正的被害者。成年后夺回冷府，只是拿回自己父母的基业罢了。而那些修仙者们也是叹了一口气，原来这幽冥魔帝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后来之所以为祸人生，也许是因为幼年时遭歹人所害，留下了心理阴影吧。屋漏偏逢连夜雨，你逃出城外的时候，还被一个修仙者老头给抓了。和你一起的还有同样年幼的7个小孩，老头对你们很好，每天都好吃好喝供着，而且会挑选最优秀的孩子去泡药浴，说是要帮他筑基。身为弟子，这种仙缘可是百年难得一遇，你拼命表现自己，就为了修炼变强回去报仇。可诡异的是，每过1年时间，同伴就会少掉一个。师傅说他们是学有所成出去历练了，但你却总感觉不对劲。直到3年后的一天，轮到了你开始泡药浴后，你这才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仙缘，而是地狱。原来老头为了炼制高等级的炼体液，一直拿孩童做实验，药池内你承受着撕心裂肺般的痛苦。可是大仇未报，你不甘心就此死去，于是靠着信念抵死坚持了下来。老头笑了，这小子竟然还是个根骨极佳奇才，于是便起了收他为徒之心。时间很快过去8年，这些年为了帮老头研究出完整药方，你几乎每天都在药池内度。每次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你都会在心中默念父母的名字。当年父亲被杀害，母亲被凌辱的画面历历在目。在这痛苦的8年时间里，你暗中将所有的炼药术学会，同时偷偷修习功法，在老头不知的情况下，达到了炼体境巅峰。终于在一次药浴实验中，你使用自己炼制的假死丹，造成了死亡的假象，成功逃出魔窟。昊天境外的众人看到你经历的一切，全都震惊的说不出话来。这场昊天境的直播已经将画面显示在诸天万界，也就是说3界的人都能看到你的记忆。众人纷纷感慨，若不是看到幽冥魔帝的记忆，大家都不知道修仙界中还有如此败类存在。有人提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假设，会不会是我们一直都误解了幽冥魔帝？毕竟从目前的画面看来，你根本没做任何坏事。可很快有人提出质疑，幽冥魔帝残暴不仁，近千年来屠戮无数修仙宗门，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摆在眼前，怎么可能是误会？听完这些话后，大家纷纷赞同。画面继续播放，北冥女帝冷落雪看着你遭受的一切，内心深有感触。当初她的整个家族被你屠杀殆尽，自己也是一心想着报仇才坚持下来。好在她比较幸运，在最困难的时候遇到了那位哥哥。虽然她根本不知道哥哥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字，但哥哥一直在保护她，教她修行。自己早已对这个神秘的哥哥情根深重，可是后来哥哥却突然消失不见了，仿佛从未出现过。想到这里，不禁有些落寞，看向昊天境。此时的你历经磨难，终于回到故乡，意外发现有一帮恶霸正在欺负一个小女孩，你轻松解决掉恶霸，救下了幼年时的冷落雪。他看到你这么强，缠着你收他做了徒弟，还要挟你去他家里住。可到达他家的时候，你愣住了，这个挂着冷府牌匾的地方，不就是你曾经的家吗？而现在的冷家家主，正是当年杀了你父母夺你家产的冷风。时过境迁，冷风并没有认出长大后的你，但在得知你是修仙者后，便想方设法从你身上骗取功法。在冷家住的这半年，你和冷若雪关系也愈发亲密，可你也越来越痛苦。每一次冷若雪笑着叫你师傅的时候，你就觉得愧对死去的父母。昊天境外，所有人都能看到你这段时间挣扎和痛苦，众人唏嘘不已。想不到残暴不仁的幽冥魔帝曾经也有这样的一面，而北冥女帝冷若雪更是神色动容。原是他当时的快乐一直建立在师傅的痛苦之上，但挣扎片刻后，他又醒悟过来，就算他父亲是个十恶不赦的人渣，但他的母亲和家族其他人是无辜的，这一份罪孽最无可饶恕。昊天境内的画面继续播放，冷风为了从你这骗取修仙功法，他和老婆借着送糕点的由头下药迷到了，可殊不知你因为常年泡药浴的关系，早就百毒不侵。不过你也不急着揭穿，反倒是假装晕倒，看看他们到底玩什么花样。其实他的夫人早已发现冷风这些年害人无数，只是现在身不由己，不过是时候做个了断了。他先把熟睡的女儿冷若雪藏到了柜子，然后等冷风上门后，用软筋散将她麻翻，再用匕首偷袭。可冷风毕竟实力不俗，还留了点力气。争斗过程中，夫人不慎被击中，从此香消玉殒。你这时候想要阻止，可为时已晚。危急时刻，你答应了夫人临死前的嘱托，答应以后要好好照顾徒弟冷若雪。接着你就对着仇人冷风说出了真相。你还记得当年那个被你毁得家破人亡的萧府吗？可正巧这时幼年女帝冷若雪也醒了，从柜子里出来，刚好看到了父母
在你面前流血的样子。罪犯冷风这厮在劫难逃，在死之前，他想到了一条毒计，对着冷若雪说：“是他杀死了你娘，现在要杀爹爹了，让冷若雪一定为他报仇。”小女孩看到这种场面，从小便种下仇恨的种子。直到这会儿，昊天境外的人才明白了一切，原来这一切都是假象，你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北冥女帝冷若雪整个人都失了魂一样，原来一切都是他父亲的谎言，他十恶不赦的父亲才是杀害母亲的罪魁祸首。其他修仙大佬纷纷叹息，虽然日后你成了为祸苍生的幽冥魔帝，可从始至终，他对北冥女帝这个女徒弟没有任何亏欠。世界上所有人都能骂幽冥魔帝，唯独北冥女帝没这个资格。一旁的太阴女帝看着情绪崩溃的北冥女帝，神色没有丝毫变化。当初她遭遇受伤的你时，你的表现就如同画面这般善良仁厚，可是自从你知道自己是传说中的太阴神体之后，一切都变了。你暴露出了内心的黑暗与邪恶，你不仅将他禁锢在身边，每日吸取太阴之气修行，更是为了保命，在他全村数百人全部屠戮殆尽。你现在看似善良宽厚，终究在力量的诱惑下成为了像冷风一样的恶魔。这时候，北冥女帝双眸失神，她望向诛仙剑阵中的你，满眼泪花。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事情的真相？说完，猛地朝诛仙剑阵内冲去，众人都被吓了一跳。瑶池女帝一眼看出冷若雪这是想趁着众人疏忽大意将你救走，只可惜她早就有所预料，于是故意打开诛仙剑阵，连同北冥女帝一起关了进去。冷若雪知道自己一个人不是其他6个女帝的对手，她只是想陪陪你这个师傅。不过她还有个遗憾，那就是没找到那个神秘的哥哥。若是还能再见哥哥一面，她也死而无憾了。这时瑶池女帝继续催动昊天镜，显示你接下去的记忆。自从冷若雪逃出萧府之后，就被一帮流氓盯上了。你为了她不受伤害，戴上面具救下了她。冷若雪心中只剩下仇恨，看着面前戴着面具的少年，请求他收下自己为徒，自己要为爹娘报仇。事实上你也正有此意。此时你因为之前泡药浴的关系，体内毒素积聚，已是将死之人。教会冷若雪功法后，一来可以让他杀了你了却仇恨，二来让他在乱世中也有自保的能力。时间一天天过去，冷若雪不知不觉爱上了你这个大哥哥。10年后，他终于学有所成，下山报仇，并和你约定好，只要报仇归来，就一生一世在一起。而这时候你也知道，已经到了了却仇恨的时候。在冷若雪下山后，你摘下面具出现在了他的身前，被一剑刺穿后跌入山崖。看到这里，北冥女帝彻底泪崩。原来他数千年来心心念念、苦苦寻找、爱着想着的哥哥，就是他恨了一辈子的仇人。可现在后悔还有什么用呢？是他亲自联合6大女帝抓了你，把你打成如今这副样子。而此时诛仙剑阵外的太阴女帝叹息一声，当初你跌下山崖正是被自己所救，并且带回了村子里。如今记忆中的画面无疑是在他伤口上撒盐。如果当初自己没有救你，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惨案。不过他更想让世人看看你到底是一个怎样心狠手辣、罪无可恕的邪恶之人。被女帝徒弟一剑刺在胸口后坠下悬崖，落入河中。你飘了很久，被一个叫温雅贤的少女救了。画面外大家都认出来这个人就是未来的太阴女帝，她将你带回村庄好心救治。可不料你疗伤的期间来了一批马贼，他们看上了温雅贤的美貌，想带回去做压寨夫人。关键时刻，你操纵柴刀当做飞剑，把马贼们统统干掉。温贤被英雄救美，再加上你长得很帅，对你芳心暗喜。为了让女儿以后也有自保能力，温雅贤的父母让她拜你为师。两人在朝夕相处的过程中，感情逐渐升温，而你也厌倦了江湖纷争，觉得就这样平平淡淡生活下去也不错。可是人心难料，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所谓的真情显得那么不堪一击。太阴女帝一阵冷笑，因为之后就是罪孽的开始。当她踏上修行路后，觉醒了极为罕见的太阴神体，这种体质散发出了太阴之气，是世间最好的疗伤和修炼圣物。而你就是因为贪图自己的这个体质，杀了他全村数百人，还将自己囚禁在身边。他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明明只要你开口，自己连命都可以给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最惨无人道的方式？此时北冥女帝却开口反驳，她不相信师父会做出这种事情，一切都是太阴女帝凭空捏造。自从当年的真相大白后，冷若雪就和你站到了同一阵营，她相信世间种种关于你的谣传一定有所隐情。太阴女帝被气笑了，凭空捏造？难道她全村数百人都是自杀的吗？随着温雅贤觉醒了太阴神体后，她也能为你疗伤了，这让你体内的毒素得以缓解。为了能和你在一起，太阴女帝主动和你一起泡在药桶内肌肤相亲。北冥女帝冷若血气的牙痒痒，不要脸。在她看来，温雅贤完全是故意的，就是为了在师傅面前装柔弱吃豆腐。太阴女帝的脸色也有点不自然，她承认当年的确有些小心思在里面，如今曝光在3界众人面前，她也感觉到莫名的羞耻。虽然温雅贤觉醒了太阴神体，可她的母亲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某天，她悄悄把你拉到房间内，道出了一个天大秘密。原来她来自一个上古修仙家族，第1代老祖就觉醒了太阴神体。那老祖一生实力直达圣人境，却在一次比武失败后遭受挫折，从此以后坠入魔道，太阴神体也受到污染，变成了太阴魔体。从此以后，老祖的后代中的女性，只要踏上修炼之路，都会有概率觉醒太阴魔体，变成没有人性的杀戮机器。如今见到女儿也觉醒太阴神体，怕将来坠入魔道，担忧不已，希望你能劝女儿停止修炼下去。这时昊天境外观看的3界众人都懵了，按他们了解到的，太阴女帝的确是太阴神体，并且从未有过什么入魔的事迹，这其中难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和幽冥魔帝有关吗？此时太阴女帝温雅贤也懵了，她从不知晓太阴魔体这个词，至始至终她都认为自己是太阴神体。看你一脸不敢置信的样子，北冥女
帝冷落醒，呵呵一笑，看吧，我就说一定有隐情。年轻的太阴女帝温雅贤虽然百思不得其解，但还是假装答应了下来。但是背地里依然修习着功夫。伴随记忆继续播放，众人开始发现不对劲了。某天晚上，你无意中来到山顶，刚登上山，就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血腥味。走过去一看，顿时惊呆了，面前是一个巨大坑洞，里面布满了动物的尸体，画面血腥又残忍。你意识到事情不对，自己远远低估了太阴魔体的厉害。这魔体的魔性会影响宿主，让他意识不到自己所做一切。在温雅贤看来，自己是在救这些动物，但实际上是在残忍猎杀。想明白一切后，你赶紧朝村子的方向赶去，那里已经烧起浓烟，一股不祥预感涌上心头。当你赶到村子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村子笼罩在火光中，路上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你的身体都在颤抖。在小山村的这段日子里，是你最无忧无虑的时光，没有勾心斗角，没有争强好胜，大家都其乐融融。你连忙赶回温家，希望一切都还来得及。可事与愿违，你赶回来的时候，看到地上躺着2具尸体，温父温母重伤躺在地上，温雅贤在屋内安详的睡觉。他并不知道自己做的一切，可身上的鲜血出卖了他。温母临终前拜托你不要将这一切告诉我，他是个善良的孩子，求你救救他。昊天境外，太阴女帝不敢置信，看到这一切，全身麻木，情绪崩溃。不可能，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北冥女帝畅快大笑，我就说师父做不出这种灭绝人性的事情，现在真相大白了吧，实在太解气了。太阴女帝流下热泪，神情癫狂又哀伤。她看向诛仙剑阵内的幽冥魔帝，难道你就是为了他母亲的一个承诺，所以才义无反顾地承担下一切罪孽吗？底下一堆修仙大佬面面相觑，没想到事情还真的有隐情啊！幽冥魔帝居然又是被冤枉的，他们人都妈了！拜托，我们都是想看幽冥魔帝恶贯满盈、罪孽深重的一生呢。这幽冥魔帝不是大魔头吗？怎么净干些好事儿？同时也有人提出了异议，也许幽冥魔帝正是在这个时期发生转变，堕落魔道的太阴魔体不是有魔性吗？说不定这是把魔性转移到自己身上。为了探究真相，大家继续看昊天境内。温雅贤醒来的时候，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脖子上绑了铁链，双手被铐住，而你正坐在他对面，神情冷漠。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一向温柔善良的师傅变成了这样？看着自己面前死去的双亲，温雅贤情绪崩溃了，浑身颤抖，失去理智。而你却告诉他更加残忍的事实，不只是温父温母，全村数百人全部惨死于自己之手。温雅贤瞪大眼睛，如遭雷击，他不敢相信最爱的师傅会做出这种丧尽天良之事。可你只是冷着脸不说话，将这一切都默认了下来。就让我这个废人默默承担这一切罪孽吧。于是你一反常态，凶狠对温雅贤说道：“自从发现了你体内的太阴之体能帮我去毒之后，就萌生了将你据为己有的想法，杀光其他所有知情人，将你永远留在我身边，这是最好的方法。”温雅贤不敢相信自己一直以来竟然喜欢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于是从这一刻起，他由极爱变成极恨，爱得多深，恨得多深。情绪激动之下，双眼都变成了黑色。看到这一幕，你笑了。你答应过温母不会告诉他真相，并且想办法救他。果然，在将他的精神逼到极点后，体内的魔性浮现出来。温雅贤此时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意识操控，而是变成了那位拥有第一代太阴魔体的先祖。那个先祖死后用诅咒操控着所有子孙后代，只要后代觉醒太阴神体，他的魔性意识就会从血脉中觉醒，最终操控子孙的躯体，达到复活的目的。你不就是想复活吗？我的身体给你占据便是。魔体先祖满脸鄙夷，一副中毒的垃圾身体也配让我选？可你却笑了，你别无选择，要么继续留在我徒弟身体里面，我会永远囚禁他，让其无法修行；要么你就选择附身于我，这样还有一线生机。魔性老祖只能做出妥协，恶狠狠道：“小子，等本座亲了你的身体后，看我怎么折磨你。”当初温雅贤醒了后，看到他仇视的目光，你心里就像被千万根针扎了似的难受。为了救他，只能让他恨你。如果让温雅贤知道他父母和全村所有人都是自己所杀，那他肯定会崩溃到没有任何求生意识，到时候就会被魔性先祖彻底掌控身体。只要徒弟能好好活下去，所有的罪孽一人承担又何妨呢？昊天境外，太阴女帝温雅贤双眸含泪，真相大白。原来师父当年之所以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救她。可师父的痛苦又有何人能体会呢？背负一世骂名和罪孽，还被自己的徒弟关进诛仙剑阵，他很难想象你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这时候，诛仙剑阵内的北冥女帝冷落雪脸色阴寒，师父要不是为了救你，意识也不会被操控变成幽冥魔帝。这一切都是你的错。底下一众修仙大佬们纷纷感慨你可悲的人生。瑶池女帝一直无语，她本是想让大家看看你的人生是多么罪大恶极，没有想到反过来让你受到了世人的称赞和同情，这让她相当不爽。如果不是你，她和她的父亲怎会阴阳相隔？昊天境内，温雅贤恢复意识后，看着面前的你，他痛不欲生。如果不是他带回来，他的父母以及全村人就不会死。如今说什么都已经晚了，他彻底死心。这个冷酷无情的男人，再也不是他那个心爱的萧凡。想到这儿，他坚定信心自己一定不能死。看到这，你笑了，自己的目的终于达到，转头离去。出门前，你故意把钥匙留在桌上，就是让他有机会逃跑。晚上看到乖徒弟飞奔下山的背影，你终于卸下了那份坚强。这时的你泪如雨下，痛，太痛了。可你的痛又有谁能懂呢？看到你痛哭的样子，昊天境外的太阴女帝早已泣不成声。原来师父这么爱她。这时候，诛仙剑阵里的冷若雪怒骂道：“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师父为你付出这么多，你却不知道感恩，真是蛇蝎心肠。”听冷若雪说的那么难听，温雅贤浑身发抖，一抬手风云变色，一只苍天巨手浮现在天空，恶狠狠地拍向诛仙剑阵。而当众人都以为北冥女帝要被拍死时，一直高高在上的瑶池女帝出声怒喝：“大胆，休想在我眼皮底下救人！你为了夺取女徒弟的太阴之体，杀了她父母和全村数百人，如今被自己的7大女帝徒弟联手封印在诛仙剑阵中，运转昊天镜提取你的罪恶记忆。
向神人魔3界照到你的罪行。可如今随着记忆不断的曝光，人们发现好像你才是那个受害者。女徒弟魔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了全村，而你则为他默默背负了一切。此时知道真相后的太阴女帝，用全身修为施展出大风云掌，欲要拍碎这诛仙剑阵将你救出，却被瑶池女帝识破横加阻拦，眼见救你无望，于是借机将诛仙剑阵内的北冥女帝冷若雪给救了出来。做完这一切，底下众人方才恍然大悟，感情这2位刚才吵得脸红脖子粗的，原来是一直在唱双簧。虚空之中，瑶池女帝冷哼一声，只要他昊天镜在手，哪怕你们联手也别想就走你。昊天镜内的画面继续播放。自从温雅贤离开后，你每天承受着魔体反噬之苦，你知道自己功力越强，反噬强度越大，于是索性停止了任何修炼，独自在小山村隐居起来。可变数比想象中来得更快。某一天，一股绚烂的神光从山谷内喷发，圣人级别的传承遗迹出世了。按理说这是个了不得的大机缘，可你却不屑一顾，实力对你来说是种负担。数日之后，遗迹神光消散，各大门派的争抢终于结束，而你也在傍晚回家的时候，看到一个穿着火红衣服的少女躺在茅草屋前，于是你将她抱回屋内耐心治疗，甚至在她昏迷期间，你羞红着脸帮她清理了全身的血迹。火灵儿是高高在上的公主，而你却是一介凡人。事态就像大多数烂熟的剧本里演的那样，傲娇的公主逐渐对一个凡人敞开心扉，2人逐渐产生情愫，以淡泊名利，不修炼，不争权夺利。火灵儿贪婪地享受着和你在一起平凡而又充实的生活，眼前这个可爱俏皮的少女，也让你冰封多年的心就此打开，恋爱的酸臭味都弥漫出了昊天境外。吃瓜的修行大佬们都看满了，不会又出现啥隐情吧？现在已经有2位女帝倒戈，要是天火女帝再过去，那事情就很难办了。天火女帝看着这个画面，神色忽然有点伤感。当初她贵为一国公主，内心无比骄傲，可是在圣人遗迹里抢传承的时候，非但没抢过一个普通人家的小丫头，还被遗迹主人震飞出去，她的骄傲被彻底碾碎。就在自己一蹶不振时，她碰到了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男人，是你将她从低谷中拯救，就像是那一道光，而同时也是你亲手将自己打入了万丈深渊。想到这儿，天火女帝火灵儿双眸燃烧。萧凡，当年我马上都要嫁给你，把你视作挚爱，可你却害死我父皇，杀了我天武国1半百姓。事后你却云淡风轻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火灵儿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里面一定不存在任何隐情，更不可能有所谓的反转。你已经彻底归入魔道。一旁的瑶池女帝一直在关注着天火女帝的表情，看到她逐渐冷漠的俏脸之后，这才放下心来。虽然昊天镜在她手中，她不怕任何人，但如果3位女帝同时倒戈，处理起来还是很麻烦。另外一边的太阴女帝看到这一幕，心中五味杂陈。火灵儿所遭受的一切和自己如此的相像，难道又有什么隐情？而北冥女帝冷落雪差点把牙齿都快咬碎了，极度让她面目全非。这火灵儿竟然在受伤期间勾引师傅亲自给她洗澡，不知廉耻。等我恢复了修为，定要将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好看。3个月后，火灵儿的伤势逐渐恢复，而这时她也发现了你身中剧毒以及被魔性意识附身的秘密。她想起了天火国的国宝天之火能够净化一切诅咒和邪恶，只要她恳请父皇，那她就一定会出手帮忙。而你却早已经决定了死残生，不给任何人添麻烦。可火灵儿却依仗着自己修为高，强行把你绑了带了回去。看到这一幕，众位吃瓜的修仙大佬们无不感慨天火女帝的生猛，爱恨分明，实乃女中豪杰。可殊不知，虚空之上，天火女帝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要知道，她可是被人尊崇的天火女帝，就这么毫无掩饰展现在3界所有人眼前。来到天火国以后，你没有怪她，反而笑了，因为你感受到了她对自己的爱。于是她带着你去面见了天火国王，直接就提出了要借用国宝帮你疗伤的事情。可国宝天之火非同小可，不能轻易给外人用。本来想表示拒绝，但架不住女儿软磨硬泡，她看得出来火灵儿早就对你情根深重，于是就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你要永远留在天火国，成为火灵儿公主的师傅，为皇族效力。这话一出，火灵儿顿时大喜，这哪是什么条件，简直就是赏赐。不仅同意了你们俩在一起，还怕你地位太低，被人指指点点，给了身份和官职俸禄。为了这个女儿，火王可谓是煞费苦心。你也对这个老皇帝改观，和别的言情小说完全不一样。这老头不嫌弃你的出身，还暗中撮合，简直就是命中的贵人。于是对他越发敬重。在昊天境外的天火女帝看着老父亲泪如雨下，父皇曾经对你是如此宽厚善良，可你却恩将仇报，将他杀害，甚至为了谋取他们天火国的至宝，故意引发天火，炸死了火皇大半个国家的百姓。听到这些，众位修仙者纷纷摇头，原来你的罪孽如此之深，简直就是罄竹难书，罪不可赦。但是有前车之鉴，这些吃瓜群众们也不随便站队了，他们也想看看到底结果是怎样。火皇准备动用至宝天之火来帮你消除身上的毒素和诅咒，于是把你带到一间密室内。可刚一进去就感受到来自祭坛上火焰的压力，这种神物对整个3界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宝贝。火皇愿意用至宝救你，也让你感动不已，心里暗自决定，有机会一定要好好报答他。火焰烧在你的身上，虽然你很痛，但魔性意识更痛。才过了2个半小时，他就扛不住，被烧得灰飞烟灭了，并且你得到的好处还远不止如此。被天火烧过之后，相当于一经洗髓，你的修炼资质已经上升了好几个档次，直接到达顶尖天才级别。你的脸上也带着喜悦和激动，因为现在你彻底自由，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一次了。昊天境外的众位吃瓜大佬也纷纷为你感动。想想也是，一直以来你都在为别人而活，先是大徒弟冷若雪，然后是2徒弟温雅贤，如今终于恢复自由身。不过一个新的疑问也浮现在了众人的心头，魔性意识就这么去除了，这就说明你成为幽冥魔帝并不是被操控，而你对天下苍生所犯下的罪孽完全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有人暗自猜测，恐怕现在的你就是因为见识到了至宝天之火的力量，所以才产生了灭国夺宝之心。瑶池女帝终于露出一丝冷笑，之所以她大费周章用昊天镜让3界所有人都能看见你的记忆，就是为了让大家看清你的卑鄙无耻。可一直以来你表现出的都是
善良的一面。被天之火治好之后，为了让你修炼，火皇没有丝毫保留，甚至打开皇室藏经阁的大门，任你挑选里面所有典籍。而在藏经阁角落，意外发现了一本不起眼的修炼功法《天道经》，只是看了一眼就开始自动修炼，一连看了2个半小时之后，再恋恋不舍地移开目光。火灵儿一脸古怪看了你怎么才看了2分半就不看了？你大惊回头，我不是看了2个半小时吗？在别人眼里只过了2分半钟吗？好家伙，原来这天道经暗藏奥秘，修炼速度相当于别人的10倍。你把这个事告诉了火灵儿和火皇，可他们却完全无法修炼上面的功法。火皇告诉你，这是他们天火国世代相传的典籍。如果这样追溯来源，那比天火国的历史还要古老。这种大秘密一定不能说出去，如果被有心人知道，恐怕会找来杀身之祸。看到火皇如此关心，你心中充满感恩，在他身上感受到了久违的父爱。不过火皇的脸色有点不好看，似乎是最近修炼出了点问题。昊天境内的时间很快过去3年，在这期间，你实力突飞猛进，远超火灵儿，一路到达化龙境巅峰，由此也坐实了火灵儿师傅的名头，每天督促他修炼。这3年中，你还收了一个徒弟，那就是火灵儿的弟弟火阳，未来的准地级强者天火王。本以为自己将会平静地过完这一生，可是有一天，宰相脸色极为难看的找到你，让你劝劝你的岳父皇帝，别让他再一意孤行了，否则必将铸下大错。你独自来到火皇书房，至宝天之火就漂浮在他头顶。火皇显然是为了修炼突破圣人境，贸然行险动用先天之宝，结果走火入魔。此时火皇脸色痛苦，天之火的状态也极为不稳定，周围温度越来越高。你疯狂冲上去想让他停下，可火皇却满脸死灰，一切都来不及了。天之火骤然失去控制，急速膨胀。就在最后一瞬间，火皇运足功力，一掌将你打飞出了书房，并且用剩余的全部能量给你上了一层真气咒。最后就是铺天盖地席卷整座皇城的大爆炸，天地震动，无数国民化作焦炭。在灾难过后，你侥幸活了下来，连忙跑到火皇身边，发现他竟然还活着。火皇临死前没多说什么，只是让你好好照顾公主火灵儿和皇子火阳。昊天境外这些修仙大佬们又一次看完，很明显，你又是被冤枉的。火皇他英明一世，终究还是因为一念之差酿成大祸。众人纷纷将目光聚集到天火女帝的身上，天火女帝浑身颤抖，满眼泪水。她做梦都没想到，灾难的罪魁祸首竟然是她最敬爱的父皇，害死半个国家的人是她父皇，她是罪人之女。一时间她心如死灰，眼看着就失去活下去的动力。一旁的天火王火阳看得焦急无比，连忙望向诛仙剑阵之内的人，如今恐怕也只有师傅萧凡能够劝得动姐姐。北冥女帝冷若雪和太阴女帝温雅贤看到昊天境中的真相，二人对视纷纷大笑。果然，师傅萧凡根本就不可能是那种灭绝人性的恶魔。昊天境内，火皇临死前紧紧抓住你的手，现在皇宫内权臣横行，很多人觊觎皇位许久，你一定要保护好火灵儿和火阳。皇宫内发生大爆炸，侥幸活下来的火灵儿发现了你和父皇的尸体，连忙问你这个师傅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本想说出真相，可看到周围大臣们一个个不怀好意，你说出了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一句话：这一切都是我干的，是我为了突破瓶颈强行动用天之火，最终导致至宝失控，害死了前来阻止的火皇。火灵儿不敢置信，为什么自己最敬爱的师傅萧凡会害死父皇？明明父皇对你跟亲儿子一样，非但没有嫌弃你的出身，还给了你功法、地位和权势。即便他再怎么不愿意相信，但事实铁证如山。火灵儿越想越是绝望，当初是他把你带来皇城，现在他要亲手杀了你，来了结这段孽缘。可殊不知你的内心在流泪，因为如果你说出真相，那火阳和火灵儿作为罪人之子，一定会被大臣用借口罢免，到时候怕是性命都会有危险。火皇给予了你现在的一切，今天你就将一切都还给他，也算是了却他对你的恩情。看着火灵儿即将刺过来的剑，你不闪不躲，只是抬头看着天空，嘴唇嗡动，无声说出了那几个字。看到这里，一切真相大白。昊天境外的天火女帝泪流满面，她看懂了那3个字是什么，她悔恨不已。数千年过去，她才明白了你的良苦用心。原来这么多年，师父一直压抑着痛苦，默默背负所有罪孽，而他不但恨你这个恩人，还联合其他女帝将你打伤，关入诛仙剑阵。这一刻彻底泪崩了。原来师父是那么的爱他。他与弟弟天火王对视一眼，忽然一齐出手，直冲虚空之上的瑶池女帝而去。瑶池女帝笑了，早就防着你这招，淡定回击。女帝级别的战斗恐怖如斯，一时间天崩地裂，底下吃瓜的修仙大佬们激动无比。来了来了，果然来了！天火女帝果然还是倒向了幽冥魔帝萧凡那边。2大女帝正面硬刚，瑶池女帝见状马上都用昊天境，这一下才重新占据上风。这时赶过来的太阴女帝温雅贤也出手，如果再联合北冥女帝一起，3个女帝同时出手的话，即使瑶池女帝手持昊天境，胜负也未为可知。不过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当天火女帝想要靠近北冥女帝的时候，对方却鸟都不鸟她。也难怪，虽然目前他们是同一阵营的，但并不代表将来一直都是，毕竟师傅萧凡只有一个，没人愿意共享。见状，火灵儿对冷若雪嘲笑道：真是抱歉，一时失态，我也没想到师傅爱我这么深，给你们添麻烦了。冷若雪翻了个白眼，别放屁了，自作多情。2位女帝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叽叽喳喳吵个不停。太阴女帝温雅贤为了大家的和谐，只能无奈在中间调节，但这一幕可是把底下的吃瓜群众们都给看得惊掉了下来。原来就算是高高在上的女帝，为男人争风吃醋起来也是这样。幽冥魔帝的艳福真是让人羡慕啊！瑶池女帝此时大怒，你们这一个个真的是脸都不要，好歹都是女帝，怎么还玩突袭？想到这儿，她恼羞成怒，怒吼道：你们2个到底还要看多久？还不现身！只见瑶池女帝身后波纹晃动，2道虚影即将浮现而出，同时远方传来一阵大笑，无数庞大的身影出现，众人纷纷惊骇。龙族这时为何会出现在此地？他们为谁而来？现在此地，他们为谁而来？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公孙雅柔冷眼看向龙笑笑，萧凡所有徒弟之中，毫无疑问，他最讨厌的便是龙笑笑了。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
先前还对他趾高气扬的龙笑笑，此刻却突然沉寂了。见公孙雅柔转而针对自己，龙笑笑依旧沉默不语。原先他看穿是公孙雅柔爱而不得，得不到师父萧凡的回应，才那么有怨念，想要看他痛苦的模样。他确实是得意了一会，想要看公孙雅柔的丑态。但是当他看到公孙雅柔为师父萧凡所付出的一切后，他现在只觉得公孙雅柔可怜又可悲，反倒没有任何感到愉悦的地方。见龙笑笑没有任何的回应，公孙雅柔也颇感没劲，随后便懒得再搭理他，双眸充满怨气地看向昊天镜。你们都好好看着，看着萧凡究竟是怎样一个冷血无情的无耻之人。虚空之上，瑶池女帝见了公孙雅柔身上的怨气大涨，嘴角微微露出一缕笑意。很好，只要公孙雅柔继续保持下去，便可以成为她手上一柄锋利的刀。瑶池女帝同样看向昊天镜，想要看到萧凡更多的丑态。萧凡，你可千万不要令我失望。昊天镜内，萧凡本以为对公孙雅柔说了那些狠话后，便能令公孙雅柔放弃他。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公孙雅柔失魂落魄地走回房间没多久后，便像没事人一样重新走了出来，而在他的手上还端着热气腾腾的饭菜。刚刚回到屋里后，公孙雅柔终于想明白了，他终于想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也终于明白了萧凡如今在他心目中的位置。而且此刻冷静下来后，他也终于意识到了萧凡的反常之处。萧凡很明显是一时之间接受不了自己现在的这副模样，所以才会变得那么偏激，说出那些伤人的话。而他所要做的便是帮萧凡治愈受到的伤，不仅有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你现在的身体可不比从前，以后每天可都要好好吃饭才行。公孙雅柔笑盈盈地将饭菜端到萧凡的面前，看着公孙雅柔像没事人一样端着饭菜来到他的面前，萧凡张了张口，刚想说什么，却马上便被公孙雅柔喝止了。住口！公孙雅柔厉声呵斥道：“我知道你一时之间接受不了这一切，但是我只允许你每天发一次脾气。”闻言，萧凡眼神复杂地看着他。公孙雅柔看似言语狠厉，但实际上却是再次为了他选择了妥协。一时间，萧凡心中五味杂陈，看着眼前如此为他倾心倾力的公孙雅柔，无论如何，那些伤人的话他是再也说不出口了。他心中充满了自责与内疚。对不起，先前是我不对，我不该。萧凡这一次的话同样没有说完，就被公孙雅柔打断了。只不过这一次，公孙雅柔打断他的方式不是用言语，而是用行动。公孙雅柔突然走到萧凡的身边，蹲下身，一把将萧凡搂在怀里。我知道你一时之间还无法接受这一切，但是我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直到你忘记这一切伤痛为止。公孙雅柔语气温柔，眼神中充满了柔情。萧凡没有推开他，或许是不忍推开他，又或者是不舍得推开他。回忆往昔，他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与折磨，他真的感觉有点累了。此时此刻，这种有所依靠的感觉令他有些留恋，有些不舍。公孙雅柔为了他已经失去的太多了，他本该理智的推开公孙雅柔，让公孙雅柔展翅高飞，让他去追逐广阔灿烂的未来。可是这一刻，他却留恋起了这种感觉，想要自私的将公孙雅柔留在身边。再给我一点时间，再给我一点时间，让这一刻再稍微的停留一会儿。真的只要再稍微的停留一会儿，我就心满意足了。被搂在公孙雅柔怀中的萧凡情不自禁的伸手抱住了公孙雅柔的腰，想要为公孙雅柔的付出做出些许回应。公孙雅柔的身体瞬间僵住了。萧凡会回应他，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但是这不正是表明心意的好时机吗？公孙雅柔没有任何的犹豫，双手捧着萧凡的脸颊，深情地吻了下去。青涩、浓烈、霸道，渐入佳境。公孙雅柔的这个举动是萧凡始料未及的。此时的他根本就反抗不了公孙雅柔，最终也只能无奈地选择默默承受。此时昊天境外的吃瓜群众们已经彻底炸翻天了，实在是太刺激了。
这一次是真的亲上了。只是为什么跟先前妖族女帝说的有些不同？先前妖族女帝一直在斥责萧凡种种冷血无情的行为，但是此刻看到萧凡动情的表现，很明显萧凡已经在后悔说出那些伤人的话了，并且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萧凡是被强迫的一方。所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看到昊天境内显现的一幕，所有妖族都已经彻底心碎了。毫无疑问，妖族女帝便是所有妖族的女神。此刻看到萧凡夺得了他们女神的初吻，个个都是恨得咬牙切齿，怒不可遏。然而此刻最气愤的不是他们，而是北冥女帝冷若雪直接就破口大骂道：“你这个臭不要脸的妖女，亏你刚刚还说的那么大言不惭，你竟然趁人之危，趁我师父身体和心理都受到重创的情况下，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情来！”天火女帝火灵儿虽然没有破口大骂，但已经气得火冒三丈了，不是形容词，而是真的已经头顶冒出熊熊烈火了。很明显，在她心中，她此刻头顶燃烧的熊熊烈火已经绿得发紫了。太乙女帝温雅贤虽然没有什么表示，但不自觉捏紧的双手，如实的反馈了她此刻真实的内心。就连一直沉默不语的龙族女帝龙笑笑，此时也终于不淡定了。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愤慨，他压根就不该同情公孙雅柔这个妖女的。而作为当事人的妖族女帝公孙雅柔，此刻在看到这个画面后，眼神中先是流露出些许追忆之色，显然是在回味当时发生的这一切。但是渐渐的回想起后来发生的那些事情后，公孙雅柔的眼神变得越来越冷。美男计，这只不过是萧凡为了利用他进入妖帝传承所设下的美男计罢了。虚空之上，瑶池女帝看到画面中的这一幕时，眉头微微蹙起。很明显，公孙雅柔对萧凡的感情是不一般的，怕就怕到时候公孙雅柔也突然倒戈了，那他的所有谋划都将变成空谈。不过看着此时公孙雅柔冷漠坚定的样子，瑶池女帝的眉头这才稍微舒展开来。有道是爱得越深，恨得便越深。公孙雅柔为萧凡付出的越多，此刻对萧凡的恨也就越多。只希望到时别又出现什么反转了。瑶池女帝的脸色显得有些凝重，她已经经历了太多的打脸时刻，若是再出现什么反转，她非得吐血不成。昊天境内，萧凡挣扎不过，只能任由公孙雅柔肆意妄为，直到公孙雅柔得寸进尺，想要将他的手伸到是啊，萧凡痛呼了一声，这才令公孙雅柔稍微恢复了一点理智。是我弄疼你了吗？公孙雅柔脸色绯红，眼神中满是情欲。他刚刚稍微有些忘乎所以，全然忘记了萧凡现在的身体已经不比从前，稍微使点劲就有可能弄伤萧凡。萧凡缓缓将公孙雅柔从他身上推开，有气无力地说道：“吃饭吧，饭菜都快凉了。”好，公孙雅柔温柔地应了一声，身上的欲火逐渐退去。萧凡没有生他的气，便是一个极好的开始。来日方长，他也不用急于一时，简单的做了一点，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公孙雅柔端起碗筷，很明显是打算亲自喂给萧凡吃。还是让我自己来吧。萧凡有些不习惯，伸手便想接过碗筷。听话。公孙雅柔眉头一皱，语气显得颇为霸道，已经将饭菜递到了萧凡的嘴边。萧凡无奈，只得默默选择接受公孙雅柔的安排。见萧凡咽下饭菜后，公孙雅柔还非常贴心的用衣袖擦了擦萧凡的嘴。谢谢。萧凡看着眼前贤良淑德的公孙雅柔，实在是难以将她与曾经那个妖艳魅惑的妖族圣女联系在一起。不用跟我说谢谢，以后的日子还长，你只要乖乖的听我的话就行了。公孙雅柔朝萧凡俏皮的眨了眨眼，除了依旧妩媚动人以外，更增添了几分可爱。萧凡默默的将这一切都记在了心里。公孙雅柔为了他，真的改变了很多。接下去的几天日子里，每天都在这种平淡温馨的日常中度过。公孙雅柔的语气看似很霸道，但她的动作却非常的温柔，生怕把萧凡磕着碰着。就是每当她想和萧凡再次温存一番时，都会被萧凡无情拒绝。而他
也不想太过强迫萧凡，所以只得再次等待合适的时机。这些天唯一让他感到有些烦恼的事，便是有一个声音时不时出现在他的脑子里，好像在呼唤他前往某一个地方。每当这个声音出现时，他就会感觉有些头痛。就在这天傍晚，公孙雅柔正为萧凡吃晚饭时，脑子里这个声音又出现了。公孙雅柔有些难受地捂着头。萧凡见状，柔声询问道：“是那个声音又出现了吗？”“公孙雅柔点了点头。闻言，萧凡莫名地沉默了许久。时间差不多了，他已经霸占公孙雅柔足够久了，他已经感觉非常心满意足了。现在该让公孙雅柔走到正确的轨道上了。这一切都是公孙雅柔必须要经历的命运。自从前些天妖族年轻一辈进入到妖帝传承后，便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一点的回响。谁也不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但萧凡在先前昏迷中，却在冥冥之中感应到了妖帝传承与公孙雅柔之间有一条紧密相连的线。很明显，公孙雅柔是被选中最合适的妖帝传承者。只有等公孙雅柔进入到妖帝传承内，最终的试炼才会开始。萧凡缓缓抬起手，在公孙雅柔的太阳穴位置按摩了起来。在萧凡的按摩下，那种难受的疼痛感顿时减轻了不少。公孙雅柔眼中充满柔情地紧盯着萧凡，气氛逐渐变得暧昧。公孙雅柔的脸越靠越近，嗨嗨嗨！萧凡故意咳嗽了几声，打破了这种暧昧不清的氛围。公孙雅柔一脸幽怨地白了他一眼，真是一点也不解风情。无视公孙雅柔幽怨的眼神，萧凡脸色坦然地说道：“是妖帝传承在呼唤你，我想你应该……”话还没说完，公孙雅柔的一根手指已经抵在了萧凡的唇上。“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听。”公孙雅柔的语气果决，他又何尝不知道是妖帝传承在呼唤他？但之前妖主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如今恐怕只有他杀了萧凡，证明自己已经全心全意为了妖族，没有一丝杂念，妖主才有可能允许他前往妖帝传承。若是要在萧凡与妖帝传承之间做选择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放弃妖帝传承。见状，萧凡轻叹了一口气。他知道公孙雅柔之所以这么抵触妖帝传承，都是因为了他。解铃还须系铃人，公孙雅柔因为他而不去妖帝传承，那也只能因为他而去妖帝传承。萧凡缓缓说道：“你有没有想过，或许妖帝传承内会有能治好我经脉和气海的神药？甚至是能让我的双腿也恢复如初。”看着眼前一脸认真的萧凡，公孙雅柔心里感觉有些难受，不是自己难受，而是为萧凡难受。虽然他丝毫不嫌弃萧凡如今的样子，但是萧凡能说出这些话，很明显是因为他还是无法走出这个坎，始终还想着能恢复如初。不过萧凡说的这些话也有道理，妖帝传承内必定珍宝神药无数，或许真的有能治好萧凡的神药。只是公孙雅柔蹙眉道：“如今前往妖帝传承的虹桥周围，日夜都有妖族强者把守，恐怕我们很难偷偷上去。”看到公孙雅柔已经开始想着怎么上妖帝传承了，萧凡不由得松了口气。只要公孙雅柔想上去，那一切就都好办了。萧凡淡淡笑道：“这还不简单，再架一座前往妖帝传承的虹桥不就行了？”公孙雅柔闻言一愣，确实，他能让妖帝传承架起一座虹桥，难道就不能架起第二座了吗？只是为什么萧凡会知道这么多？你怎么会知道的这么多？公孙雅柔有些好奇地盯着萧凡，先前也是在萧凡的提示下，他才架起了前往妖族传承的虹桥。只不过后来由于发生了那些事情，他也就忘记问萧凡这件事情了。如果我说是直觉，你相信吗？萧凡挑眉笑了笑，说实话，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知道这么多，真的只是一种莫名的直觉。然而，面对他这开玩笑般的回答，公孙雅柔却非常认真地点了点头：“我相信你。”看到公孙雅柔这么无条件地信任自己，萧凡有些动容。你难道就不怕我在骗你吗？听到萧凡这么说，公孙雅柔的脸色突然沉了下来，一脸认真地盯着萧凡。萧凡，即便你要我的命，我都可以心甘情愿地给你。但是，如果有什么事情你敢骗我、瞒着我的话，
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闻言，萧凡沉默了。他承认，他想要让公孙雅柔进入到妖帝传承，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找寻能让自己恢复的神药，而是想让公孙雅柔获得妖帝传承。但是，妖帝传承内说不定真的有能令他恢复的神药，如此一来，倒也不算是在欺骗公孙雅柔。只是想到公孙雅柔还不知道，他其实对于他之前昏迷时所发生的一切都一清二楚，他心里就感觉有些内疚。在他昏迷的那段时间，公孙雅柔为了唤醒他，忍痛喊他师父这件事，他知道这一直是公孙雅柔心里的一根刺，只不过为了避免让他想起过去，所以一直避而不谈。师父两字对他确实有特殊的含义，以至于能让他从那种玄妙的状态中猛然回归现实。但是他想告诉公孙雅柔，他并没有把当时的他误认为龙笑笑或者其他任何人。他身体对于每一声师父做出的反应，都是对公孙雅柔的回应，不是其他任何人，就是公孙雅柔。是为了不辜负公孙雅柔的付出，他才拼命的想让自己醒过来。在妖帝传承内还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所以在此时此刻，他非常想要告诉公孙雅柔这一切。看着萧凡沉默不语，公孙雅柔调笑道：“怎么？难道已经做了什么亏心事？生怕我知道？还是说在我之前，你已经有了什么红颜知己了？”公孙雅柔的语气看似非常轻松，实际上有多紧张，只有他自己才清楚。其实我之前，萧凡正打算告诉公孙雅柔这一切时，公孙雅柔骤然间就凑上来堵住了萧凡的嘴。良久过后，公孙雅柔恋恋不舍地看着萧凡，深情款款地说道：“过去的一切已经不重要了，只要你以后不骗我，有什么事情不瞒着我就行了。”其实他是害怕听到一些令自己嫉妒的发狂的事情。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嫉妒心有多强，所以与其这样，还不如什么都不知道。萧凡有些无奈，但凡他想张口说话，公孙雅柔就做事要上来堵他的嘴了。萧凡最后也只能就此作罢，只能等以后有机会再说了。入夜，趁着夜色，公孙雅柔通过先前的经验，在脑海中想着妖帝传承仙宫所在的位置。很快，海面上的仙宫上再次架起了一座虹桥，直接来到公孙雅柔的面前。此时，一直在观察妖帝传承内情况如何的妖族强者们，马上便注意到了这个情况。当注意到妖帝传承内又架起了一座虹桥，通往擎天峰时，立即便意识到是公孙雅柔所为。大胆！公孙雅柔竟不顾族规，如此胆大妄为！快，一定要阻止他！在那些部族的族老们催促下，大批妖族强者立即赶往了擎天峰。当妖主听闻这个消息时，只是微微皱了皱眉，不用白费功夫了，恐怕他此刻已经进入到了仙宫内。也确实如妖主所说的这样，当虹桥架起的那一刻，公孙雅柔便毫不犹豫地带着萧凡踏上了虹桥。这座虹桥是会对进入的妖族进行筛选，只有那些符合条件的年轻一辈的妖族才可踏上虹桥。像那些妖族强者们，就算看到他在通过虹桥前往妖帝传承所在的仙宫，也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原本公孙雅柔还有点担心无法带着萧凡这个人族一起上去，却没想到竟然十分的顺利。此时此刻，他已经带着萧凡来到了妖帝传承的仙宫内，并且他还意外地发现，他架起的这第二座虹桥并非在仙宫的入口处就停了下来，而是一直通往了仙宫内。这是令他感到有些意外的。不过没有丝毫的犹豫，公孙雅柔便带着萧凡快速地朝仙宫内赶去。他们现在的进度已经落后先前进入的那些妖族天骄很多了，说不定里面很多的神药珍宝都已经被夺走了，所以事不宜迟，必须得赶进度才行。试炼第一关是一座巨大的原始森林，里面有许许多多强大的妖兽，只有成功的击杀了一头妖兽后，才可进入第二道关卡。而公孙雅柔带着萧凡踏在虹桥上，直接便通过了这道关卡。此时此刻，第一道关卡内还有许多实力不济的妖族被困在这里。别说击杀妖兽通往第二层试炼了，他们现在只能被动的隐藏自己，等待有人通过试炼获得妖帝传承后被传送出去才能活下来。
这时也有妖族注意到了公孙雅柔和萧凡，看着公孙雅柔在虹桥上闲庭信步地通过了第一层试炼，那眼珠子都快秃噜出来了，这也太离谱了！作弊，这根本就是在作弊！有妖族同样想通过这座虹桥走一走捷径，但是等他们走近了，才发现这座虹桥他们压根就登不上，反而还暴露了行迹，被妖兽给盯上了。公孙雅柔就这样带着萧凡轻轻松松地通过了第一层试炼，然后是第二层、第三层，每一层试炼内都被困着不少的妖族。直到来到第6层试炼时，仅能看到那些同为圣子圣女的妖族天骄们了。此刻，他们正在为了争夺一株神药而大打出手。不仅因为这株神药能生死人肉白骨、洗精伐髓、脱胎换骨，拥有莫大的神效以外，同时还是通往最后一层试炼的钥匙。然后就在这些妖族天骄们打得难解难分时，一座虹桥突然出现，直接通到了这株神药的面前。看着这株神药，公孙雅柔哪还能淡定得了？他进入妖帝传承最大的目的，便是为了寻得能修复萧凡身体的神药。此刻神药就在他的面前，哪还有可能会有一丝犹豫？健步如飞地冲了过去，摘得了这株神药。看着这一幕，那些妖族天骄们目眦欲裂，真是万万没想到，眼看都到最后一步了，竟然横空杀出一个公孙雅柔。为什么又是公孙雅柔？其他任何妖族天骄获得了传承，他们都还可以接受，唯独公孙雅柔不行，而且还是以现在这种毫不公平的方式而敢。这一刻，他们不再互相争斗，而是同仇敌忾，一同朝公孙雅柔出手。只可惜为时已晚，公孙雅柔与萧凡已经被传送到了最后一层试炼。晴天、白云以及一望无际的草原，这是哪？公孙雅柔有些疑惑不解。我们现在已经被传送出了妖帝传承。他的身后传来一个温和的声音。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公孙雅柔立马转头看着他。只见此时萧凡满脸含笑地看着他，春风和煦，柔情似水。最令公孙雅柔感到意外的是，萧凡此时的双腿竟然已经恢复如初，同时他还感知到萧凡体内的经脉和气海都已经完全恢复了。萧凡，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公孙雅柔一脸疑惑地看着萧凡，他只记得他夺得了那株神药后，便突然出现在了这里。按理说，他和萧凡现在应该在最后一层试炼才对，而且他抢到的那株神药还没来得及给萧凡使用，为什么萧凡现在已经完好如初了？此时此刻，他的心中有太多的疑惑了。萧凡看出了他的疑惑，缓缓走到他的身边，直接将他揽入了怀中，柔声道：“我知道你现在有很多的疑惑，我会一一解释给你听的。”公孙雅柔愣了一下，除了那次动情以外，萧凡几乎没有主动过。不过闻着萧凡身上那股熟悉的气息，他可以非常确定眼前这个人就是萧凡，没错。萧凡带着他来到了一处草原上的房屋，这是一片牧场，周围生活着数以万计的羊群与牛群。公孙雅柔有些好奇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为什么明明如此陌生的一切，他又感觉莫名的熟悉？萧凡缓缓走到他的身后，双手搂着他的腰，将头靠在他的肩上，柔情似水地说道：“当时你夺得神药后，我们便被传送到了最后一层试炼，但最后一层试炼便是你我之间只能活一个。你为了让我活下来，在给我使用了神药过后，便选择了自尽。最后妖帝的意志出现，要将传承传给我，但我选择了放弃，恳求妖帝救回你。最终妖帝同意了我的这个选择，用最后的一点力量将你救了回来。现在你刚刚醒来，所以很多记忆还有缺失，等过些时日，你就会慢慢想起来的。”原来是这样。公孙雅柔微微点了点头，这确实像是他会做出来的事情。为了萧凡，他确实可以连命都不要，而且他好像确实稍微回忆起了一些当时的画面。不过当听到萧凡为了救回他，选择放弃妖帝传承时，他还是感觉颇为感动的，感觉自己所付出的一切都值得了。就这么放弃了，你难道就不会后悔吗？那可是妖帝传承。公孙雅柔故意想试探一下萧凡，谁知萧凡突然紧紧地将他抱在了怀里。如果真的失去你，
才是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情。萧凡的声音深情之中又充斥着一丝害怕。直到真的失去你的那一刻，我才知道你对我究竟有多么的重要。没有你的日子，修为再高，活得再久，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永远永远都不要再离开我了，好吗？萧凡的脸上早已经布满了泪水。这一刻，公孙雅柔的心真的被彻底触动了。她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泪水同样从她的眼眸中奔涌而出。傻瓜，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公孙雅柔同样紧紧地抱着萧凡，两人互相依偎在一起，珍惜着这一刻的不易。温存良久之后，公孙雅柔靠在萧凡的胸膛上，看着面前广阔的草原，有些好奇地问道：“我们现在在哪里？”他内心之中有些担心，他们破坏了妖帝传承，妖族会找上门来。萧凡像是看出了他的忧虑，在他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后，淡淡笑道：“放心好了，妖帝的意志在彻底消散之前，将我们传送到了这处与世无争的世外之地。这里没有人族，没有妖族，除了你我以外，只有面前的这些牛羊，没有任何人能打扰到我们。只不过从今往后，你可就要陪我一起放牧了。要是后悔，现在还来得及。”萧凡轻笑道。公孙雅柔哪能听不出萧凡这是在调侃他，狠狠地朝萧凡的大腿处掐了一下。萧凡，从今往后，我就是这里的女主人了，不论是这些牛羊还是你，都得听我的。公孙雅柔恶狠狠地说着，但她的脸上是带着满满的笑意的。只要能和萧凡在一起，无论身处何处，对他而言都是世外桃源。萧凡吃痛地揉了揉刚刚被公孙雅柔掐过的地方后，一脸可怜巴巴地望着公孙雅柔：“娘子，我以后都听你的就是了，你以后能不能别这么暴力啊？你喊我什么？”公孙雅柔的心一颤，眼神中满是激动与喜悦。“娘子呀！”萧凡笑盈盈地看着他：“怎么，不喜欢我叫娘子吗？那我叫夫人也是可以的。”“好，既然你都叫我娘子了，那我也不能白吃这个亏。”说话间，只见公孙雅柔突然抱起，一把将萧凡按在身下。“娘子，你要做什么？”萧凡一脸惊恐地看着他。“你都叫我娘子，那我当然是要行使我的权利了。”公孙雅柔的双眸中充满了情欲，如同饿虎扑食般压了上去。这一刻，他已经等太久了。“相公，你就从了我吧。”一晃已不知过去多少年月。公孙雅柔与萧凡之间已经儿女成群，夫妻恩爱，儿女乖巧可爱。虽然日复一日的在草原上放牧，看着日出日落，但却丝毫不觉得枯燥乏味。公孙雅柔已经完全沉浸在这种幸福平凡的生活中，彻底忘记了过往的一切。她失败了，她已经彻底沉沦在了幻象之中。说话的是一个美貌绝伦的女子，她的身体虚幻，没有实质。这个女子便是这座妖帝传承的主人。当然了，她并不是妖帝的本体，而是妖帝残留的意志化身，为的就是等待着传承者的到来。之所以公孙雅柔会成为选定的传承者，直接来到这最一层试炼，是因为公孙雅柔与妖帝拥有同样的体质，同样拥有与生俱来魅惑的天赋。为了等待公孙雅柔的出现，妖帝残留的这道意志化身已经等待了无数岁月。此时看到公孙雅柔没有通过试炼，彻底沉沦在幻象中，妖帝化身的脸上流露出了一丝伤感之色。没想到他历经无数岁月推演出的最合适的传承者，却在最后出现了变故。而这个变故就是萧凡。萧凡的意外出现扰乱了公孙雅柔原有的命运。若是没有萧凡的出现，公孙雅柔本该通过试炼获得最后的传承。最令他感到困惑的是，直到萧凡出现在他面前之前，他都从未感应到萧凡的存在。萧凡就好像是一个本就不该存在的人，但他却偏偏出现了。因此，原本所有一切的命运都被彻底打乱了。而此时，萧凡就站在妖帝化身的身旁。进入到最后一层试炼时，公孙雅柔马上就陷入到了幻象之中，而他却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此时他已经使用神药彻底恢复了身躯，妖帝化身对他的出现显得很意外。此时听妖帝化身说公孙雅柔失败了，萧凡的心猛然一颤，满脸都是忧色。
先前他和妖帝化身聊到了很多，公孙雅柔试炼失败，并不单单只是无法获得传承而已，而是将永远的沉沦在幻象之中，直到彻底死去为止。前辈，可否再给他一次机会？萧凡神色凝重，无论如何，他也不会让公孙雅柔死在这里。他的心中已经有了弱点，无论再来多少次都毫无意义。妖帝化身并没有直接拒绝萧凡的请求，而是目光幽深地看向萧凡。他又何尝不想再给公孙雅柔一次机会？毕竟所有一切本就是为公孙雅柔准备的。若是公孙雅柔彻底失败了，传承就将彻底断绝，而他的这道意志化身也将彻底消散。弱点，萧凡顿时就明白了。很显然是因为他，公孙雅柔才无法通过最后的试炼。他就是公孙雅柔的弱点。明白这一切后，萧凡毫不犹豫地说道：“前辈，只要能再给他一次机会，要我做什么都可以。”妖帝化身闻言，缓缓说道：“我修的乃是无情之道，而他此时心中已然有情。若是你能让他斩断心中的情愫，便能帮他通过试炼，获得我的传承。”好，看着眼前沉沦在幻象之中的公孙雅柔，萧凡没有任何的犹豫。别答应的这么早。妖帝化身突然郑重道：“机会只有一次，他已经失败了，便没有第二次机会。但是你的出现是一个意外，既然你出现在了这里，自然也应该有一次试炼的机会。若是你想将你的机会让给他，那你便只能带他去死。现在你还愿意答应吗？”愿意。萧凡没有任何的犹豫。若是没有公孙雅柔，他恐怕早就死了。现在只当是把命还给公孙雅柔了。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愿意把自己的机会让给他？妖帝化身有些疑惑不解地看着萧凡。他的本体修的是无情之道，所以并不太能理解为什么有人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萧凡双眼之中充满柔情地看着公孙雅柔，他也搞不清自己现在对公孙雅柔之间到底是抱着什么样的感情。不过想到自己昏迷时公孙雅柔那一声声痛苦又煎熬的师傅，萧凡淡淡笑道：“可能是因为他叫我师傅吧。作为师傅，总该为徒弟做点什么，不是吗？”昊天境外，当公孙雅柔听到萧凡说出这句话时，整个人仿佛都怔住了。原来萧凡昏迷时一直都知道是谁在叫他师傅，是谁在呼唤他。萧凡没有把他误认为是其他任何人。公孙雅柔紧咬着嘴唇，他的手都在颤抖。此时此刻，真相已经十分明了了，是他没有通过妖帝传承的试炼。萧凡为了救他，把自己的机会给了他，并且为了让他斩断情愫，才会做出后面那些让他误会的事情。大骗子，你答应过我不会骗我的。公孙雅柔面露狠色，以一种极其仇恨的目光望向原始地城内已经是一个活死人的萧凡。萧凡，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感激你吗？我说过，只要你敢骗我、瞒着我，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公孙雅柔此刻的反应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本以为真相曝光后，公孙雅柔会明白萧凡的良苦用心，然后加入拯救萧凡的阵营当中。但是现在看起来，公孙雅柔好像更加仇视萧凡了。北冥女帝冷若雪看着此刻凶神恶煞的公孙雅柔，气不打一处来。这个妖女把师傅的便宜都占够了，竟然还这般不识好歹。果然妖女就是妖女，丝毫没有一点人性。妖女，你别得寸进尺。天火女帝火灵儿更是直接开始怒斥。不过对于这些，公孙雅柔丝毫不予回应，她的目光自始至终都紧盯着原始地城内的萧凡。虚空之上，瑶池女帝眉头紧锁。虽然公孙雅柔此刻看起来对萧凡还是充满了仇恨，但她总觉得公孙雅柔这个妖女好像在谋划些什么。不过现在也只能先静观其变了。昊天境内，师徒吗？妖帝化身听到萧凡这么说，好像明悟了什么，随后也不再多说什么。我已经将你的这次机会给了他，至于他能不能把握住这第二次机会，这一切都在于你。说罢，妖帝化身的身影缓缓消失。原本沉沦在幻象中的公孙雅柔在这时突然清醒了过来。公孙雅柔有些迷茫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一时之间有些分不清是真实还是虚幻。直到看到眼前的萧凡后，
才陡然间清醒了过来。萧凡，难道刚刚我陷入到了幻象之中？公孙雅柔的神色看起来有些后怕，枉他自己天生就具有蛊惑众生的天赋，却不想自己沉沦其中而不自知，实在是太丢脸了。不过幻象之中的世界对他而言实在是太过美好了，如果是真的，那该有多好。萧凡没有回答他，而是看着前方的一处祭坛。公孙雅柔顺着他的目光同样看向那处祭坛，若无意外的话，站上祭坛的人将会获得最终的妖帝传承。公孙雅柔此刻心里有些激动，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来到了妖帝传承的面前。对于他而言，比起自己，他更希望萧凡能获得妖帝传承。然而就在他刚要开口让萧凡站上去时，一道突如其来的攻击将他击飞了出去。噗！公孙雅柔口中喋血，双眸之中充满不敢置信地看着攻击他的人。为什么？公孙雅柔的声音都在颤抖。萧凡冷漠地看着他，谢谢你带我来到这里，不过接下来已经不需要你了。为什么？公孙雅柔突然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怒吼，他无法相信萧凡竟然会对他出手。没有什么为什么，一开始我就在利用你帮我进入妖帝传承而已。萧凡淡淡道，我不相信，你一定在骗我，对不对？公孙雅柔近乎祈求地看着萧凡，然而换回来的却是萧凡极其嘲讽的语气，真是可悲。难道你真的以为我会喜欢一个妖族吗？一句平凡无奇的话，却如同千万把刀扎进了公孙雅柔的心里。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极其的苍白，他难以相信这会是从萧凡口中说出的话。这几日他与萧凡还亲密无间，但此刻萧凡脸上有的只是毫不掩饰的厌恶。随后只听萧凡接着嘲讽道，你真是蠢到家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好了，从第一次见到你时，我就在利用你，只不过当时是在利用你帮我救出笑笑，如今是在利用你帮我获得妖帝传承。萧凡的语气无情又决绝，丝毫不留有任何的余地。公孙雅柔的脸上露出一抹惨笑，果然他永远也比不上萧凡那个蠢货徒弟，他在笑自己的愚蠢与自作多情。这一刻，公孙雅柔是真的彻底死心了。他为萧凡付出的那么多，换回来的却是这无情的背叛。看着如今已经彻底心灰意冷的公孙雅柔，萧凡知道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随后一步步朝祭坛走去。在公孙雅柔的眼中，他是在去获得妖帝传承，但是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他正在一步步走向死亡。对此，他心中没有一丝恐惧与后悔，他的脸色十分的坦然。就在他彻底站在祭坛上时，祭坛之上突然冒起了白光，他的身体开始逐渐消散。背对着双眸之中充满恨意的公孙雅柔，萧凡脸上露出了一抹释然的笑容，张了张嘴，用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说道，小傻瓜，以后不要再这么傻被人骗了，昊天境外。当公孙雅柔听到萧凡说的这句话后，紧握双拳，恶狠狠地咬牙切齿道，大骗子，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永生永世我都要将你困在我身边赎罪，否则难消我心头之恨。虽然按照妖帝化身的说法，萧凡是带他去死的，但后面却并没有死，而是成为了凶名赫赫的幽冥魔帝。虽然不知道这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差错，但对他而言已经不重要了，只要萧凡还没死，那就够了。无论萧凡变成了什么模样，萧凡下半辈子都只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留在他身边赎罪。打定主意后，公孙雅柔抬眼看向虚空之上的瑶池女帝，冷声道，瑶溪，打开诛仙阵，将萧凡交于我。此言一出，在场所有人都在惊叹，这妖族女帝未免也太霸道了，不仅开口就要将幽冥魔帝萧凡交给他，还直呼瑶池女帝的姓名。北冥女帝三人组和龙族女帝龙笑笑也没想到这公孙雅柔竟然这么直接，但是他们能看得出，公孙雅柔与他们的目的好像并不太一样。公孙雅柔对于萧凡还是抱有怨气的，萧凡若是真的落入他手中，恐怕并不是什么好事。只不过他们也知道瑶池女帝有昊天境在手，公孙雅柔恐怕奈何不了他，最后怕是大闹一场后就不了了之了。
既然他们先前与瑶池女帝之间已经有了约定，倒不如此刻静观其变，不插手也不干预。听到公孙雅柔这般大胆放肆的言语，瑶池女帝双眸微凝，冷冷道：“若是我不将她交给你，又如何？”闻言，公孙雅柔冷冷一笑：“若是不将萧凡交给我，我便杀光这里所有人。等我杀光这里所有人后，如果你还是不将萧凡交给我，我就杀光天下所有人。你不是自诩自己是天庭之主，统领诸天万界，维护世间的秩序吗？若是你不将萧凡交给我，那他们这些人的死，全都要怪罪在你这个无能的天庭之主上。”此言一出，在场所有吃瓜群众都傻眼了。我靠，什么鬼？我就路过的呀！你们说妖族女帝不会是说真的吧？你看她的态度像是在开玩笑吗？诸位道友，我先撤了。跑有什么用？你没听妖族女帝说杀光这里所有人后，就要杀光全天下的人吗？地级强者恐怖如斯，若是妖族女帝真的放开了杀，在其他女帝不干预的情况下，恐怕世间无人能挡。一时间人心惶惶，所有人都紧张了起来。妖族女帝这话说的实在是太惊世骇俗了。若是妖族女帝真的这么干了，那就是在与全天下为敌，恐怕到时候她就不是什么妖族女帝了，而是妖族魔帝了。瑶池女帝震怒，厉喝道：“你敢？”她还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威胁，你看我敢不敢？妖族女帝霸气侧漏道：“若是你不将萧凡交给我，我就是与全天下为敌又如何？”妖族女帝公孙雅柔已经做出了最后的宣言。以众人对妖族女帝狠辣手段的了解，这绝非说说而已。此时此刻，元始帝城外所有人的性命，以及全天下所有的人性命，都握在了瑶池女帝的手上，一切都要看瑶池女帝如何做出抉择。毫无疑问，公孙雅柔就是想要用全天下人的命逼瑶池女帝就范。看到自家女帝与全天下开战，公孙雅柔身后的那些妖族强者们都吓得六神无主起来。若是真的走到了这一步，那妖族将举世皆敌。他们可没有公孙雅柔这般的霸气，毕竟世间可不是只有他们妖族这一位女帝。若是他们妖族女帝真的做出了屠戮众生的行为，其余几位女帝恐怕也不会坐视不管，到时候恐怕惨遭灭族的将会是他们妖族。女帝大人，万万不可，还请您三思而后行，莫要将整个妖族都带到万劫不复之地。几位德高望重的妖圣纷纷劝诫着公孙雅柔，然而得到的却是公孙雅柔不耐烦的一甩衣袖：“滚一边去，不要在这里碍事，要不然等本帝大开杀戒时，就先杀你们。”此言一出，一众妖族强者都懵逼了，脑瓜子嗡嗡的。感情妖族女帝刚刚说杀光这里所有人，还包括他们妖族。别说他们妖族懵逼了，就连周围那些人族强者听了，一时之间都没反应过来。毫无疑问，妖族女帝此刻已经彻底疯魔了。为了得到萧凡，她真的是在以一己之力与众生为敌。公孙雅柔抬眼看向虚空之上的瑶池女帝，冷声说道：“瑶溪，我只给你10息的时间考虑。10息之后，若是你还没把萧凡交给我，那你这天庭之主就真的做到头了。10、9。”虽然瑶池女帝先前被激怒了数次，但没有哪次的脸色比她现在还要难看的。公孙雅柔就是看准了她无法坐视不管，才这般有恃无恐的。若是他答应了公孙雅柔的条件，将萧凡交给公孙雅柔，不仅他这个天庭之主将颜面尽失，更是再也无法找到他的夫君，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公孙雅柔真的太卑鄙了，用天下所有无辜的人去威胁他，而不是选择与他正面交战。即便他想阻止公孙雅柔，但是同为地级强者，若是公孙雅柔一味避战，他也无法奈何公孙雅柔。但是如果公孙雅柔想对这些普通凡人和修行者下手的话，他是没办法全部阻止得了的。所以现在他似乎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此时此刻，最为难熬的恐怕便是底下那些离得最近的人族修行者了。虽然他们知道此刻谁才是正义的那一方，但是在强大的求生意志驱使下，还是让他们迫不得已地跟瑶池女帝求救起来。瑶池女帝大，求求您救救我们吧！我还这么年轻，
我还不想死啊！瑶池女帝，如今幽冥魔帝萧凡已经是一个废人，不足为患，您就将他交给妖族女帝吧。瑶池女帝，您做出这个选择也是为了拯救天下苍生，您还犹豫什么？一开始他们还是恳切地请求着瑶池女帝，但是随着时间越变越少，妖族女帝身上的杀气越来越重。见瑶池女帝还未做出决定，一些人直接破口大骂道：瑶池女帝，你身为天庭之主，难道要为了一己私欲，连天下苍生都不顾了吗？就是说，整天摆出一个天庭之主的派头，做个决定这么犹犹豫豫，我看你这天庭之主不要做算了。更有甚者，甚至已经开始向公孙雅柔谄媚了。妖族女帝大人，这天庭之主的位置，我看您做更加合适。看着眼前的这一幕，瑶池女帝气得浑身发抖。这些见风使舵的墙头草，还不如死了算了。但这些终究是极少数不堪之人，他身为天庭之主，不可能真的眼睁睁地看着公孙雅柔滥杀无辜，弃天下苍生而不顾。但是他现在面临这么艰难的抉择：北冥女帝、太阴女帝、天火女帝以及龙族女帝，同为受世人崇拜的七大女帝，此时却作壁上观，一言不发，着实令他气愤不已。难道他们看着公孙雅柔屠戮苍生，滥杀无辜也不管不顾吗？对此，北冥女帝三人组以及新拉拢过来的龙族女帝，倒并非是真的打算不管不顾。虽然他们佩服公孙雅柔的魄力，但公孙雅柔此时的行径着实过于的疯魔了。相信即便是师傅萧凡醒来后，也不会想看到这一幕的。他们同样想要救萧凡，但他们要的是光明正大的救，要的是还萧凡一个清白，而不是如公孙雅柔这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若是他们也如公孙雅柔这般做了，恐怕萧凡醒来后也绝对不会原谅他们。而且公孙雅柔很明显和他们不是一伙的，公孙雅柔对于萧凡的执念已经到了一个疯魔的状态，萧凡落入他的手中同样危险，所以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让公孙雅柔的计谋得逞。之所以他们现在没有任何的反应，是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瑶池女帝是不会看着公孙雅柔滥杀无辜而坐视不管的。等瑶池女帝为了阻拦公孙雅柔分身乏术时，他们便可趁机夺得昊天镜，顺便控制住公孙雅柔。毕竟他们四个女帝合力，还是有这个底气在的。虽然他们与瑶池女帝先前已有约定，要看到最后，查明当年所有的真相，还萧凡一个清白。他们相信萧凡一定是清白的，也会按照原本的约定，等一切真相大白后才会救走萧凡。但是萧凡的命一直掌控在瑶池女帝的手上，他们还是感觉非常的不放心，所以倒不如趁此机会将昊天镜夺过来。看着四人虎视眈眈的模样，瑶池女帝瞬间便明白了他们的意图。亏你们还同为七大女帝，竟然如此这般无耻！瑶池女帝此刻都快气炸了。前面有公孙雅柔这个妖族女帝威胁她，后面又有四个无耻小人虎视眈眈的等着暗算她。这一刻，她真的陷入到了两难的境地。瑶池女帝眸中思绪万千，想遍了千万种办法，都无法解决她此时的困境。不对，还有一个办法。七大女帝之中还有一位尚未现身，若是她能出现阻止公孙雅柔，那此刻的困境便可以解决了。但是谁也不知道那最后一位女帝究竟会不会现身。瑶池女帝决定赌一把。2、1。公孙雅柔望着瑶池女帝，略显失望地说道：瑶溪，为了给足你考虑的时间，我还特意念慢了一些。看来你已经做出了最后的选择，既然如此，那就怪不得我了。说罢，公孙雅柔双眸微眯，冷眼看着底下这些围观的修行者们。你们也看到了，你们的瑶池女帝此刻已经放弃了你们。不过你们放心好了，我会让你们在美梦中死去，不会感到丝毫的痛苦。话虽如此，以妖族女帝魅惑的能力，他们确实能在没有丝毫痛苦中死去，但那还不是一样，终究是要死。此刻所有人眼中充斥的都是对于死亡的恐惧，他们万万没想到，瑶池女帝竟然真的选择放弃他们。瑶池女帝做出的这个选择，实在是太令人寒心了。不过不等他们有所怨恨，
他们便已经进入到了公孙雅柔设置的幻象之中。这种幻象名为美妙梦魇。很快，这些人便会在这种幻象之中毫无痛苦的死去。而且，公孙雅柔并没有停止施加幻象的脚步，所过之处，无论人族还是其他种族，无论是凡人还是修行者，皆会陷入到美妙梦魇之中。瑶池女帝还不出手阻止吗？看着这些沉沦在幻象之中的无辜者，北冥女帝冷若雪眉头微皱，若是再不加以阻止唤醒他们，恐怕就晚了。目前，天火女帝火灵儿已经让天火皇朝的所有人都撤到了她的身后，而龙广此时也让所有龙族都躲到了龙族女帝龙笑笑的身后。想必有自家女帝的保护，公孙雅柔暂时不会对他们下手。看着眼前无数陷入到美妙梦魇之中的无辜者，太乙女帝温雅贤有些绷不住了。她本就是一位医者，实在无法看着这么多无辜的人死去。若是再不唤醒这些人，他们真的会死。不过就在他准备出手时，火灵儿拦住了他。再等等。火灵儿抬眼看向虚空之上看似神色淡定的瑶池女帝，恐怕某人此时比你还急。火灵儿猜得不错，瑶池女帝此刻的忍耐已经到达了极限，看来那位女帝是不会现身了。然而就在瑶池女帝准备出手阻拦公孙雅柔时，天际之上突然闪耀起璀璨的神光，一个身影缓缓从神光中显现。只见他机体灿灿生辉，所踏之处步步生莲，周身仙气弥漫，有大道之音随行。在他出现后，天地之间瞬间变得圣洁祥和。沐浴在神光之中，虽看不清他的容貌，但他的气质超凡脱俗，仿佛是落入凡尘的仙子，令人见了就忍不住想要顶礼膜拜。而在神光的照耀下，那些原本中了公孙雅柔幻象的人们，都在此刻陡然间清醒了过来。恢复意识后，看着虚空之上这道圣洁祥和的身影，他们很快便意识到究竟是谁救了他们。众人纷纷跪倒在地，膜拜着这道圣洁祥和的身影，感谢神族女帝的救命之恩。此刻，所有人都认出了这道身影的身份，她便是一直未曾现身的最后一位女帝，神族女帝，也是最具讨论度的一位女帝。因为传闻神族女帝乃是来自仙界，并且还是仙界之中最为古老强大的种族——神族。当然了，凡是听说过这个传闻的，基本上也就当成一个传闻来听，没有人当真。虽然仙界与下界之间在被幽冥魔帝萧凡斩断仙路之前，确实是相通的，并且仙界之中的仙气还可以通过仙路流入到下界，令下界的修行者也能成仙。但是仙界与下界之间有无法逾越的天地法则限制，下界修行者一旦成仙后，便无法在下界之中继续待下去，不得不通过仙路飞升仙界。而且从古至今还从未听闻仙界之中有任何仙人降临在下界的，所以实际上世人对于仙界究竟是怎么样的，其实是一无所知的。而神族女帝之所以会有传闻说是来自于仙界的神族，除了因为她机体灿灿生辉，散发着神光，气质超凡脱俗，宛如仙女下凡，完全不似下界的生灵以外，只要在神族女帝面前，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顶礼膜拜的感觉，不敢有丝毫的亵渎之心。据神族女帝所言，他们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感觉，是来源于神族身上的神性压制。虽然也有人询问过神族女帝仙界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是神族女帝除了记得自己是来自于仙界的神族以外，便没有其他的记忆了。即便如此，这个传闻还是一直流传了开来。但是说实话，一直以来，所有没有见过神族女帝的修行者们都觉得这个传闻只不过是神族女帝为了给自己营造一种强大的神圣感，特意编造出的一个谎言。但是直到此刻，当他们真正见到了传说中的神族女帝后，他们才发觉曾经的自己究竟是有多么的愚昧无知。毫无疑问，此等超凡脱俗圣洁的女子，绝对是仙女下凡。沐浴在神族女帝散发出的圣洁光芒之中，他们的心境都瞬间变得祥和了。从今以后，神族女帝就是他们心目中最为坚不可摧的信仰。瞧瞧，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神女仙子。至于那个弃他们于不顾的瑶池女帝，
已经没有人再去在意她了。以前也不知道是哪些人瞎了眼，竟然在7大女帝之中把瑶池女帝排在了第1位。如今所有女帝都现身了，毫无疑问，神族女帝才是真正的第一。此刻，不仅是他们这些人的目光都汇聚在神族女帝上，就连其他女帝的目光都深深的被神族女帝吸引。虽然他们先前是联手施展出的诛仙阵，但互相之间并没有显现出真身，所以他们也是第一次见这位传闻中的神族女帝。当真是传闻不如见面，着实令人惊叹。此等超凡脱俗、不染凡尘的女子，恐怕真的是来自于仙界。难道她真的是来自仙界的神族？瑶池女帝的脸色有些难堪，在面对这位神族女帝时，她竟第一次产生了挫败感。随着神族女帝圣洁光辉的闪耀，所有陷入美妙梦魇的人都恢复了清醒。妖族女帝公孙雅柔此时感到非常的恼火，这神族女帝早不出来，晚不出来，偏偏在这个时候出来，分明就是与她作对。不过即便是这样，难道就以为能阻止得了她吗？谁出现也不好使。不管神族女帝究竟是不是来自仙界神族，但如今仙路断绝，下界仙气早已化为虚无，神族女帝的实力充其量也就和她持平。既然神族女帝能破除她的幻象，那她干脆直接点，亲自动手屠戮这些人。然而，就是在公孙雅柔无视神族女帝，准备屠杀先前这些人时，只见神族女帝身上光芒闪耀，一缕圣洁祥和之气笼罩在公孙雅柔的身上。妖族女帝，你的目的无非是想要夺得幽冥魔帝萧凡，又何苦为难这些无辜生灵？璀璨神光之中，传来神族女帝清冷空灵的声音，这道声音直冲灵魂深处，这一刻灵魂都好似受到了洗涤。在被那缕圣洁祥和之气笼罩后，公孙雅柔身上的杀意骤然消失。此刻，她的情绪竟突然平静了下来。公孙雅柔矗立在原地，眼神中充满忌惮地望着沐浴在神光之中、看不清面容的神族女帝。这个神族女帝着实不凡，竟然能强制让她冷静下来。但是，冷静下来并不代表她就放弃了要带走萧凡，只不过冷静下来后，她也清楚地认识到，想要带走萧凡，除了有瑶池女帝这个阻碍以外，北冥女帝、太阴女帝、天火女帝以及龙族女帝也是一个不小的麻烦。他们是不可能看着他将萧凡带走而坐视不管的。因此，想要带走萧凡的话，他还需要重新谋划一番。这首先便是要先确定这神秘莫测的神族女帝与萧凡之间是否也有什么未知的恩怨。神族女帝，你为何要阻拦我？你只是单纯的为了救这些人，还是说你与萧凡之间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恩怨？公孙雅柔问道。此言一出，所有人的目光都会遇到了神族女帝的身上。毕竟看到现在，先前每一个女帝都与萧凡有爱恨纠葛。若是此时神族女帝说出她与萧凡之间同样有所恩怨，众人也不会感到任何惊讶。闻言，神族女帝摇了摇头。我与幽冥魔帝在此之前素不相识，更没有任何的恩怨。如果真要说是有，那便是幽冥魔帝斩断仙路，令我无法重回仙界。除此之外，我对于幽冥魔帝的了解，也仅是听世人传闻。此番与诸位联手镇压幽冥魔帝，仅是为了拯救天下苍生，除魔卫道。神族女帝的声音听起来都十分的坦然，不似有任何的虚假。随后，神族女帝话一转，淡淡道：“只不过我也没想到，幽冥魔帝过往的这些罪名之中，竟然有这么多的隐情。我此刻十分好奇，幽冥魔帝斩断仙路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说到这，神族女帝看向公孙雅柔，缓缓说道：“妖族女帝，可否给我一个薄面，再耐心的往下看下去？当然了，我也可以给你一个承诺，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我都会帮你带走萧凡。”闻言，公孙雅柔思忖了片刻，若是到时候这个神秘莫测的神族女帝真的肯帮他的话，他带走萧凡的机会也大大的增加了几分。好，我给你这个面子。很明显，现在抢夺萧凡的阵营已经分成了两波。虽然公孙雅柔与那位神族女帝达成了一致，但北冥女帝与太阴女帝、天火女帝、
龙族女帝组成的联盟实力还是要更强一些，所以他们丝毫不害怕最后萧凡会被他公孙雅柔抢走。他们现在要做的便是等待一切的真相大白后，正大光明地带走萧凡。虚空之上，瑶池女帝目光阴冷地看着这两拨人，嘴角露出一抹冷笑。看着这些还在做春秋大梦的蠢女人，她心里就感觉非常的解气。确实，如果到时候真相全部大白，萧凡所犯下的那些罪孽都另有隐情，甚至是他的父亲前任天帝，也并非是萧凡所杀。他确实会打开诛仙阵，任由他们带着萧凡，但是恐怕他们还不知道，如今的萧凡早已经在神魂俱灭的边缘，仅靠着昊天境的无上神威吊着萧凡最后的一口气。一旦昊天境回溯完萧凡所有的记忆，失去昊天境的支撑，萧凡立即便会彻底形神俱灭。届时，萧凡甚至是连轮回重生的机会都没有。只要想一想到时候的画面，他都感觉极其的愉悦。而到时，恐怕他已经找到了装有他夫君魂魄的养魂瓶，他会重塑他夫君的肉身，然后过着神仙眷侣般的生活，再也不管世间这些繁琐的事情。至于这些蠢女人，将永远活在痛苦之中。想到这，瑶池女帝已经迫不及待地催动昊天镜，继续显现萧凡后来的画面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萧凡的身影在妖帝遗迹内消失后，昊天境内接下来就没有显现任何的画面，而是一片虚无。这是怎么回事？所有人都感到有些疑惑，就连瑶池女帝都搞不懂究竟是什么原因，不断催动昊天镜，但是昊天镜依旧一点反应都没有。难道萧凡真的已经死了不成？但是不对呀，萧凡明明活到了现在。就在瑶池女帝都有些无可奈何之际，神族女帝突然打出一缕仙光，注入到昊天境内。这缕仙力乃是从封印她的仙元中得来，用一分便少一分，是她最大的底牌。随着她的这份仙光注入昊天境内，瑶池女帝在催动昊天镜时，也终于开始显现新的画面了。神族女帝随即解释道：昊天镜乃是混沌神器，即便是在仙界之中也是无上至宝，只有用仙力才能真正催动它的无上神威。之所以一直无法显现萧凡此时的记忆画面，或许是因为他现在已经不是以肉体和魂体的形式存在。说白了，就是瑶池女帝的能力不行了。神族女帝虽然说出了其中的缘由，但此时她其实是有些诧异的。因为若是萧凡不是以肉体和魂体的形式存在，那他就应该彻底不复存在了才对，实在是太奇怪了。得到神族女帝的解释后，众人皆是在惊叹神族女帝的不凡，都觉得神族女帝更配当着天庭之主，掌控昊天境。瑶池女帝脸色阴沉，一言不发。在这神族女帝面前，她确实没有了往日的骄傲。随着昊天镜开始显现出画面，众人的注意力也立马被吸引。昊天境内，萧凡的身躯在妖帝遗迹内消散后，他的躯体和魂体确实都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他的意识却又再度进入到了先前昏迷时那种玄妙的状态内。只不过此时他没有了肉身的束缚，竟然一念之间就能出现在天地之间任何地方。昊天境外，所有人此时都感到有些诧异，难道萧凡当时真的死了不成？因为此时画面中萧凡并没有出现，以昊天境的无上神威，即便是魂体也能显现出来。他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就好似一个人双眼看到的画面。想到先前神族女帝说，萧凡此时很可能已经不是以肉体和魂体的形式存在，所以先前昊天镜才无法显现画面。难道说萧凡此时真的已经死了不成？那他现在又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着？这一刻，所有人一直以来的认知都被彻底颠覆了。难道说所有人的肉体和魂体毁灭后，都会以这种特殊形态存在着？还是说，这单单萧凡比较特别？公孙雅柔此时的心中如同翻江倒海一般，无法保持平静。难道当时的萧凡真的为了他已经死了吗？他无法接受，萧凡还没为他的欺骗赎罪，绝对不能死。不过很快的，他就意识了过来，若是萧凡当时真的死了，那现在看到的画面又是怎么回事？那是属于萧凡的意识看到的画面吗？他有些无法理解。无论是何种生灵，
一旦肉体和魂体都彻底消失后，那应该不复存在了才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公孙雅柔朝着神族女帝追问，想要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她的肉体和魂体都已经消散了，意识为什么还保留着？想了想后，神族女帝迟疑道：“或许她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无法得到满意的回答，公孙雅柔也只能接着往下看下去了。昊天境内，现在自己是处于什么情况，萧凡也不知，但他隐约的感觉到了某种力量的召唤，自己所能留下来的时间不多了。在仅剩的这些时间里，萧凡先是回到了曾经的萧家老宅，看着这物是人非的景色，心中感到有些哀愁。随后他又来到了与冷若雪生活了10年的山峰，竟然真的见到了那个倔强丫头的身影。如今的冷若雪修为已达通天境巅峰，以一柄长剑在修仙界中闯出了赫赫威名，被尊称为冷仙子。只是每年的这一天，冷若雪都会回到这座山峰，等待哥哥回来接她。萧凡这时才想起，今日便是当年他与冷若雪分别的日子。看着满脸伤感落寞的冷若雪，萧凡想要伸手安慰一下她，却发现她现在的情况，别说安慰了，恐怕冷如雪都不知道她此时就在她的身边。昊天境外，北冥女帝冷若雪眼含热泪地看着画面逐渐朝当时的她靠近，最终又无奈地摇晃着。虽然没有听到萧凡任何的声音，但是她知道当时的师父一定是想要安慰她，师父从来就没有忘记过她。冷若雪此时已经泪如雨下，时至今日，她才知道原来师父当时回来看过她。昊天境内，萧凡陪着冷若雪度过了一天，直到冷若雪离开后，他才离开。接下来，他又去到了与温雅贤相识的那座小山村。只可惜，曾经这座男耕女织、充满欢声笑语的小山村，如今已经孤寂荒废了。回想起曾经那温馨的画面，萧凡感到有些黯然。随后见到了温雅贤父母和全村人的坟头，想必是后来温雅贤特意建造的。此时坟前还摆放着各种贡品，像是刚有人来祭拜过不久。他在坟前停留了好几天，却始终没有等到温雅贤的到来。看来很不巧，他错过了与温雅贤碰面的机会。感受到自己已经时间不多了，萧凡也只能选择无奈离去。昊天境外，太乙女帝温雅贤的神色显得有些黯然。在当时萧凡来看望她的前一天，她刚好离开了，便这样错过了与萧凡的见面。虽然即便是他当时没走，也看不到当时的萧凡，但终究是留下了一个遗憾。天火女帝火灵儿此时双手握拳，目光一动不动地望着昊天境。若无意外，萧凡此时应该会去看他了。只可惜当时的他对这一切一无所知。昊天境内，萧凡的意识来到了天火国，也确实见到了已经登基成为天火国女皇的火灵儿。看着如今的天火国已经度过了当时的灾祸，一派欣欣向荣的模样，他也终于能安心的离开。说实话，最令他担忧的还是龙啸啸。但龙啸啸自从龙族秘境崩塌后，便陷入到了时空乱流之中，想要寻找他实在是太难了。他去过了曾经和龙啸啸生活的山谷，但是一无所获，最后只能无奈离开。昊天境外，龙族女帝龙啸啸感到有些失落，但是此刻的她已经不会像先前那般不理智了。她知道师父萧凡并非不挂念她，而是不知道该去何处寻找她。昊天境内，最后萧凡又去妖族看了一眼公孙雅柔，在看到她成功获得妖帝传承，并且还被封为妖族大圣女之后，他也终于了无牵挂了。顺着那股召唤，萧凡离开了这个世界。昊天境突然一暗，当昊天境内的画面再次显现时，昊天境内所出现的景色令昊天境外所有人都为之震撼。仙音袅袅，仙气弥漫，山峰悬于空中，仙鹤于云层中穿梭，遍地都是极其罕见的仙药神草，甚至还能看到传说中的仙禽走兽。难道说萧凡现在是在仙界不成？无数人发出惊呼，眼前的景观实在是太令人震撼了。就连清冷脱俗的神族女帝，此时神色也出现了一丝波澜，因为眼前看到的一幕，她有莫名的熟悉感。
他虽然知道自己乃是来自仙界神族，但是他有很多记忆是缺失的。若是萧凡真的去到了仙界，或许能帮助他恢复记忆。那是朱雀果、玄灵草、天雷竹、玄阳木，众人看得口干舌燥，眼神中充满了火热。此时，昊天境内随处可见的杂草，竟然都是极为罕见的灵药。快看，那难道是传说中的神兽白泽？只见一头浑身雪白、尸身阳虚、头生双角、散发着祥瑞气息的生灵出现在画面中，与传说中记载的神兽白泽一般无二。随着萧凡的视线转移，更多的神兽先禽出现在画面中，朱雀、毕方、虫鸣鸟、麒麟。此时，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极大的震撼。很快，随着越来越多的先禽神兽、仙草神药出现在画面中，众人都已经快麻木了。毫无疑问，萧凡此时就是身处于仙界之中。毕竟，除了仙界以外，世间绝无可能有如此仙境一般的地方。这一刻，世间每个人的眼中都充满了激动与兴奋之色。对于仙界，世人充满了向往。但是仙界虽然真实存在着，可对于下界的人来说，就如同传说一般，无人知晓仙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只能依靠着幻想。此时此刻，他们竟然真的有机会能亲眼一睹仙界真实的模样，这种万古从未有过的机会就摆在他们面前，若是错过了，那必将是抱憾终生。此时此刻，世间所有人都遥望着天空之中的昊天境，无论是什么重要的事情，现在都比不上跟着萧凡的视角去探索仙界重要。真是没想到，幽冥魔帝萧凡曾经竟然去往过仙界。有人发出惊叹，此等仙缘实在是太令人羡慕了。众人纷纷附和。同时，在众人心中也有一个疑惑，那就是幽冥魔帝萧凡后来斩断仙路，难道与他曾经去往过仙界有关？带着这个疑问，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盯着昊天境中显现的画面，生怕错过什么重要的细节。无关紧要的人尚且如此，而与萧凡关系密切的这些女帝们，更是十分关心萧凡在仙界之中到底发生了。他们相信萧凡后来成为幽冥魔帝，犯下那些罪孽，一定是有隐情的。或许就是因为萧凡在仙界之中发生了什么，才会做下那些事情。仙界之中发生的事情，很可能就是萧凡后来成为幽冥魔帝的真正原因。此时此刻，他们作为萧凡身边最亲近人，为了还萧凡一个清白，绝对不能有任何的疏忽遗漏。虚空之上，瑶池女帝神色凝重地看着昊天境中显现的画面。萧凡竟然去往过仙界，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此刻的他，甚至有一点嫉妒。萧凡根本就不配有如此仙缘。如果萧凡自妖帝传承，那之后就真的死了，也就不会有之后发生那些事情了。他也就不会和他的夫君分别这么多年。不得不说，萧凡的命还真硬，怎么摧残都死不了。心中带着这份怨气，瑶池女帝同样将目光放到了昊天境内。她倒要看看萧凡在仙界之中到底经历了些什么。昊天境内，看着眼前出现的这些景色，萧凡的心中除了震撼以外，还有些茫然。难道说他死后竟然来到了仙界不成？而且他对于自己现在的状况也很疑惑，他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着？既没有肉体，也没有魂体的依托，为什么他的意识还保留着？绞尽脑汁还是想不明白这一切后，萧凡干脆不想这些烦人的事情了，而是充满新奇地欣赏起了这仙界的景色。所过之处，目之所望，都在一遍一遍地冲击着他的认知。仙禽神兽满地走，仙果神药多如杂草一般，萧凡都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感慨。真不愧为传说中的仙界，哪怕随便将一个凡人放在这里待一段时间，回到下界都将会是盖压同代的绝代天骄。难怪自古以来无数的修行者都向往着能飞升仙界，却没想到他在死后竟然有如此机缘能来到仙界，着实令他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过很快，他又再次感受到那股召唤的力量。或许等他找到召唤的源头之后，便会明白所有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顺着那股召唤的力量，萧凡的意识一路前行，飞越无数仙山，与周围的仙鹤穿梭在云层之中。整个仙界实在是太为广阔了。
萧凡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穿梭多远，直到最后，萧凡的意识停留在一座巨大无比的仙山之前。这座悬于云层之中的仙山，是他目前为止见到的最缥缈的一座仙山。仙山周围云雾缭绕，阴云蒸腾，一派仙气祥和的景象。而在仙山之上，有一座清冷孤寂的仙宫，带着一股遗世而独立之感。萧凡之所以在这座仙宫前停了下来，并非是因为那股召唤的力量就是来自于这座仙宫，而是因为他在这个仙宫内感受到了有人的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有仙人的存在。一路走来，虽然时常能见到各种传说中的仙禽神兽，但是却从未见过有仙人的身影。虽然自古以来能飞升仙界的修行者如同凤毛麟角一般，但是按理说成仙后便能永生，拥有无尽的寿命，积少成多，仙界内也应该有不少仙人才对。可是到目前为止，他竟然连一个仙人都没有见到。所以此刻在感受到有仙人的存在后，他立即便停了下来。萧凡的意识逐渐朝仙宫内飘去，在靠近云海的一处阁楼内，一位机体晶莹、肤白胜雪、美得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女子，轻托香腮靠在白玉窗前，双眸无神地望着窗外云海潮起潮落。虽衣着朴实无华，神色淡漠，却已然颠倒众生。什么倾国倾城、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都不足以形容女子的美貌。这当真是只有仙界正在的仙女，才有着颠倒众生的绝世容颜。昊天境外，无数人此时都已经看痴了。这就是真正的仙子吗？实在是太美了，也不知道跟神族女帝相比，谁更胜一筹。有人想当然的将昊天境内现在看到的这个仙子与同样来自仙界的神族女帝进行比较，可惜神族女帝身上一直沐浴着神光，外人无法见其真容，这不由得成为了众人的一个遗憾。看着画面内这个清冷脱俗的仙子，北冥女帝冷若雪眉头紧蹙，不由自主地咬了咬牙。这是来源于女人之间的较量，看到一个明显胜于自己的女子时，便不由自主地想要与之做比较，找到自己胜过对方的地方。只可惜这一次，冷若雪尝到了什么叫真正的挫败感。最终，冷若雪还是泄气般的叹了口气。这是真正的仙子，无论修为实力、容貌气质，都远胜于她。即便她身为下界女帝，受世人尊崇，但是在仙界真正的仙子面前，还是会感到自惭形愧。这种感觉是她曾经从未有过的。冷若雪紧握双拳，咬紧牙关，在心中暗自发誓，总有一天她也会修炼成仙，弥补与对方的差距。天火女帝火灵儿此时与她的想法大致相同，虽然清楚地认识到此时的自己还不如对方，但也暗下决心一定要追赶上对方。太乙女帝温雅贤此时的心态倒是比较平和，一路走到今天，她都是靠着心中那股要找萧凡报仇的决心。如今真相大白，她只希望能救出萧凡，今后常伴萧凡左右，并没有什么与人争出个高低的想法，平平淡淡的生活就很好。至于龙族女帝龙笑笑，她此时并没有太在意画面中的这个仙子，她此时脑子里的想法全都是，若是将来有机会能和师父萧凡一起生活在仙界，那该有多好！既能和师父萧凡在一起，每天又有吃不完的仙珍。看着昊天境内这个清冷脱俗的仙子，妖族女帝公孙雅柔脸色突然变得有些不悦。在她心中，萧凡是已经属于她的了，她从未将北冥女帝几人放在眼里。但是此时这个仙子的出现，令她的心中升起了危机感，只希望这个仙子与萧凡之间没有过多的瓜葛。就在这时，公孙雅柔突然敏锐地注意到先前来到她身旁的神族女帝身上的神光莫名地颤了一下。怎么，你认识这个仙子不成？公孙雅柔皱眉道。也不怪乎她会这么想，毕竟神族女帝就是来自仙界，说不定看到现在的这些画面后，突然想起了曾经的一些记忆。神族女帝没有回答，在此时璀璨神光下，神族女帝的表情显得有些愕然，因为此时昊天境内的这个仙子竟然就是她本人。她缺失的记忆也确实在这一刻开始逐一的恢复。她依稀记起了自己曾经在仙界时，便是一直居住在这座孤寂的仙宫内，
至于他在仙界时与萧凡之间究竟有没有相识，他目前还没有想起来。他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后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昊天境内，萧凡看着眼前的这位仙子，并没有过多的惊叹于这位仙子的容貌，他此时更多的是感受到了女子身上那种孤寂的孤独之感。看来这位仙子的生活应该十分孤独寂寥。想到自己一路过来，穿越无数仙山，也仅是见到这么一位仙子，便能理解这位仙子为什么会孤独了。看来成仙也并不代表一定会快乐。萧凡心中还是十分疑惑，为什么自古以来飞升仙界的修行者那么多，而仙界内却几乎见不到什么仙人的身影？难道仙界真的大到每一个仙人之间都难以联系吗？这个问题实在是难以想明白。或许等他去到那召唤他的力量源头时，便能弄明白一切。就在萧凡准备离去时，那位清冷脱俗的仙子突然朝萧凡的这个方向看了过来。你就在这里，对不对？还是我搞错了？他喃喃自语地朝着萧凡这个方向看着，美眸中带着些许疑惑。萧凡停了下来，他确信此时这位仙子就是在看着他所在的方向。难道说这位仙子能感应到他的存在？若真是如此，他也就不着急这么快离开了。他现在既没有肉体，也没有魂体，对方若是还能感受到他的意识存在，说不定能帮他弄明白他现在究竟是怎么回事。萧凡缓缓朝这个仙子的目光靠近，虽然不能发出任何声音，甚至不能对周遭的一切产生一丝一毫的变化，但是随着他的靠近，这位仙子的眼神逐渐从疑惑变为了惊喜。你真的在这里？这位仙子嫣然一笑，神情中充满了喜色，这份喜悦甚至感染到了萧凡，那是一种荒凉沙漠中绽放出一朵水仙花的感觉。看得出来，这位仙子已经不知有多少岁月没有这么开心的笑过了。随着萧凡越来越靠近，这位仙子伸手想要去触摸萧凡，但是很显然都摸了个空。他有些苦恼地皱了皱眉头，然后突然眼中一亮，站起身朝萧凡说道：“跟我来。”萧凡不明所以，但还是跟在了这位仙子的身后。这位仙子带他来到了仙山上的一座水池边，然后丝毫不顾形象地开始挖着水池内的粘土。萧凡感到有些好奇，难不成这个仙子想要用粘土帮他捏出一个身躯来不成？然后事实告诉他，他猜对了。这位仙子用挖出来的粘土开始捏出了一个人形，也就能看出一个人形。不得不说，这位仙子的手艺活实在是不怎么样。拟人的腿一边粗一边细，胳膊一边长一边短，脸长得更是跟开玩笑一样。最离谱的是，胸前那两坨东西是什么意思？萧凡有些哭笑不得。很明显，这位仙子并不知道他究竟是男是女，想当然的捏了一副女子的身躯。虽然这个女子的身躯捏的也不怎么样，待会不会让他的意识进入到这具泥人的身上吧？萧凡已经开始想跑了。昊天境外，噗，哈哈哈！有人绷不住，已经笑出了声。别说，这位仙子的艺术水平还真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哈哈哈！就是说嘛，希望萧凡不要不识抬举，哈哈哈！众人都想看看威名赫赫的幽冥魔帝，若是附身在这具泥人身上时，究竟是一个如何搞笑的模样。神光内，神族女帝的脸色显得有些尴尬。当时不知道，此时用旁观者的角度去看，他怎么会捏出一个这么垃圾的东西出来？还好他没有露脸，要不然他现在的人设就崩了。虽然看着曾经自己尴尬的过往，神族女帝略感羞耻，但是为了恢复记忆，他也只能强忍着继续看下去。他非常想知道仙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为什么他会出现在下界？昊天境内，大功告成。这位仙子兴致勃勃地看着自己的得意之作，然后朝着萧凡意识所在的方向说道：“你快试一试，看看喜不喜欢。”他是开心了，但萧凡是真的无语了。真的要附身在这具离谱的泥人身上吗？那到时候他到底是算男的还是女的？不会以后一辈子都是用这具身体吧？一想到将来可能一直都以这具滑稽的身体来生活，他的内心是表示拒绝的。
在泥人周围晃荡了一圈后，萧凡还是犹豫不决，迟迟没有附身在这具泥人身上。同时，他也很怀疑自己真的能控制这具泥人吗？感受到萧凡迟迟不肯进入泥人的举动后，这位仙子闷闷不乐道：“不喜欢吗？”只可惜萧凡并无法明确的回应他。郁闷良久后，这位仙子撇嘴道：“你真的很任性哎。”萧凡犹豫片刻，心中无奈的叹了口气，最后还是选择钻进到了这具泥人的身躯里。这具身躯再差，也总好过他现在这种漂浮的状态。随着他的意识进入到这具泥人的体内，他发现自己好像真的能控制这具泥人的身躯。萧凡先是尝试着抬起泥人的手臂，成功。然后他接着尝试抬起脚往前走一步，然而他的脚刚落地的一刹那，整个身躯就软了下去。啪！胸前的2坨东西率先掉在了地上，然后整个身躯接着就倒了下去。萧凡的意识很快从这具泥人身上脱离，显然光是用泥土捏出一个人形，并无法很好的支撑起整个身体。看着眼前失败的这一幕，原本兴高采烈的仙子脸上露出了沮丧之色。就在他想着应该怎么更好的捏出一具合适的身躯时，无意中看了一眼水池内的荷花，顿时眼眸一亮。随即只见这位仙子再次走入水池中，然后双手在池内的荷花下摸索着。此时的她没有一丝矫情，完全看不出是仙界内一位清冷脱俗的仙子，反倒更像是一位接地气的农家女。很快她便摸索出了几节莲藕。既然这些莲藕生长在仙界内，那自然不是普通的莲藕，而是极具生命力的仙藕。拿着仙藕走出水池后，这位仙子将莲藕放在地上，摆出了一个人形，然后关节连接处用藕丝将其连接在了一起，在完整的拼出了一具人的躯体后，这位仙子随即将那些泥土都抹到了这具藕身上。一边抹着泥人，这位仙子嘴角一边挂着盈盈笑意。有了这些仙藕作为主干，这下应该总能撑起整具身躯了。萧凡一直都在一旁看着这位仙子帮他重新做出一具身躯。当萧凡看到这位仙子再次在泥人的胸口处堆出2个小山坡时，顿时就急了。但是奈何他现在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提醒这个仙子不要多此一举。他的意识一直环绕在这个仙子的手边，想要让他停止多余的动作。这位仙子感应到了萧凡的这个举动后，一开始他还没意识到萧凡是什么意思，不过随即想到先前泥人的这具身体，最先塌掉的便是胸口的这2堆泥。这么一琢磨，这2堆泥好像确实是一个累赘，然后便略感遗憾地将这2堆泥给去掉了。见这位仙子终于没有多余的堆2堆泥到胸口上去后，萧凡在内心之中终于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有了莲藕作为主干，这次这具泥人的比例就显得协调了很多。大功再次告成，仙子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一具身躯远比上一次还要更加完美，除了胸口太平略显遗憾以外，快试一试！仙子迫不及待地朝萧凡催促着。这一次，萧凡没有任何的抵触，直接便进入到了这具身躯内，抬起手，迈开脚。虽然走起路来还略显滑稽，但是至少这一次身体没有崩掉。而且萧凡还突然发现，这具用莲藕和泥土做成的躯体内竟然正在开始焕发生机，用泥土抹出的皮肤上闪烁着莹莹光泽。他的这具身躯正在发生改变。果然仙界不愧为仙界，万物皆有灵性。恐怕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这具躯体会真的变成一具拥有生命力的身体。萧凡看向这位仙子，张了张嘴，想要表达感谢。谢你。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僵涩，看来他还需要花点时间去练习说话。然而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便让这位仙子激动的欢呼雀跃起来。我叫玄威，你叫什么名字？玄威兴奋不已地盯着萧凡，他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岁月没有和人交谈过了。此刻终于能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了。他已经在极大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生怕吓到眼前这个新朋友。萧凡简单地介绍自己。萧凡，玄威眉头微蹙，口中默念着这个名字，然后抬眼看向萧凡，诧异道：“你是公的？”
这句话把萧凡们蒙住了，想了想，好像也没什么毛病，随即应道：“是，我是公敌。”原来是这样，玄威点了点头，对此他倒是并不太在意，只是先前他一直想当然的将萧凡当成与自己一样的女子看待，此时才知道萧凡是个男子，所以略微感到有些意外罢了。你是从哪里来的？玄威又问道。下界。萧凡看着这位名为玄威的仙子，他看得出这位名为玄威的仙子一定是孤独久了，所以对所有的一切新鲜事物都非常的好奇。果然，当玄威听到萧凡是来自下界后，激动之色已经快要溢出言表了，兴奋地说道：“你快跟我说说，下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你又是为什么会来到仙界的？”他除了对下界的一切感兴趣以外，对萧凡这个人也是十分的好奇。他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特殊的存在。看着眼前这个清冷脱俗的仙子，流露出孩童一般的纯真模样时，萧凡淡淡的笑了笑。看来这仙界的仙子与下界的普通人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玄威仙子帮了他这么大一个忙，如今只不过是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萧凡自然是没有理由拒绝。而且他也有很多问题想要问玄威。萧凡想了想，与其东拼西凑的给玄威讲述有关下界的一切，倒不如通过他的人生经历，以讲故事的形式告诉玄威。随即来到仙宫的一处凉亭内，萧凡慢慢的开始讲述起了自己曾经的过往。我出生在下界一个凡人富裕之家，回忆往昔的种种一切，萧凡的情绪也逐渐变得低落了。当听到萧凡说自己的父母都被那个叫冷风的江洋大盗害死时，玄威紧握双拳，怒不可遏，只恨当时自己不在场，要不然他一定会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将冷风这个人渣碎尸万段。谁说仙女就不会发火了？仙女发起火来，那可是凡人无法承受的。看着为他抱不平的玄威，萧凡也没想到这位看似清冷脱俗的仙子竟也有这么嫉恶如仇的一面，与他的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萧凡突然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不该接着说下去了，因为后面在青云宗的那些事情简直丧尽天良，毫无人性。若是让玄威知晓了，恐怕会令他更加的气愤。但是他不想让玄威认为下界就真的是一个肮脏不堪的大染缸，还是有很多美好的东西的。丑陋败坏的东西终归只是一小部分。短暂的思忖片刻后，萧凡还是接着讲下去。在他看来，这些事情终归是真实存在的，逃避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将来若是有一天能重回下界，他定要重回青云宗，为那些无辜的冤魂讨回一个公道。果然，当萧凡讲到在青云宗所见到的那片尸山血海时，玄威猛然间就站了起来，气得直跺脚，实在是太罪恶了。为了自身的修行，竟然能如此丧心病狂地残害那么多无辜的生灵。原本他对于下界是充满了向往的，此时在听了萧凡所说的这些话，更是恨不得立即前往下界替天行道。只可惜这个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玄威颓唐地坐回了凉亭内，看向萧凡问道：“那后来呢？你离开青云宗后回去找冷风那个人渣报仇了吗？”后来我确实是回到了家乡，也见到了曾经的仇人。萧凡缓缓地讲述起了与冷若雪相遇，并且收他为徒的整个过程。原本玄威还津津有味地听着萧凡因为收了冷若雪这个徒弟后，阴暗的人生终于能有了一点光彩，正为萧凡感到高兴。但是当他听到萧凡说冷若雪便是那个人渣冷风的女儿时，心口猛然间像是被剑给穿透了一样。就连他这个听故事的人都能体会到这种钻心之痛，而萧凡作为本人，当时的心情又将是如何的痛苦？玄威有些心疼地看着眼前的萧凡，身中剧毒，命不久矣。人生最后的这点时光中，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能给自己昏暗的人生带来一点光彩的救赎，最后却发现那道光实际上是一柄长刀，狠狠地扎在他的心上。即便萧凡没有说他当时知道这件事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但他也能感受到当时的萧凡该是多么的痛苦与折磨。一个是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一个是自己疼爱的徒弟。当时的萧凡一定每天都活在煎熬之中。
确实，即便是现在回想起来，萧凡的心情都显得有些沉重。轻叹了口气后，萧凡接着讲述着后来冷风率先暴露狼子野心，对他出手。冷若雪的母亲夏静最后为了杀死冷风这个祸害而死去。听到冷风这个人渣死了，玄梅脸上露出了畅快之色，同时也惋惜于夏静这个深明大义的女子做出的牺牲。至于冷若雪误会萧凡是她的杀父仇人，这是玄薇万万没想到。同时，她也十分的好奇萧凡之后与冷若雪这个徒弟之间将何去何从。当玄薇听到萧凡为了让冷若雪这个徒弟不至于像他一样一生都活在仇恨之中，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照顾了冷若雪10年，最后选择牺牲自己，被冷若雪一剑刺入悬崖跌落水中时，玄薇的眼眶已经红了。萧凡的人生真的是太苦了，他只是光听着都觉得难以承受。昊天境外，冷若雪听着师父萧凡讲述着曾经的这一切，心里就像千万把刀同时扎向他一样痛苦不堪。师父，师父！看着元始帝城内已经是一个活死人的萧凡，冷若雪泪流满面的呼喊着：千错万错都是雪儿的错，是雪儿误解了您的良苦用心，您快醒来吧，雪儿从今往后都要陪在您身边尽孝。在他的身旁，温雅贤和火灵儿又何尝不是同样的心情？如今知晓了萧凡为他们付出的一切，他们只希望能尽自己所有的一切去弥补。龙笑笑神情坚定地望着萧凡：师父，这一次换笑笑保护你，笑笑永远都不会再离开您了。公孙雅柔看着这些人惺惺作态的模样，心中只觉得可笑。萧凡在你们身边时，你们不懂得珍惜，如今才想着要弥补，难道不觉得太晚了些吗？望着元始帝城内已经是一个活死人的萧凡，公孙雅柔的眼神中既夹杂着爱意，又夹杂着恨意。萧凡，你就等着赎罪吧，我是永远也不会放过你的。虚空之上，瑶池女帝冷然一笑。当他们知道希望彻底破灭时，一定非常有趣。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那时的画面了。神族女帝玄薇眉头紧锁，随着画面内她与萧凡之间的过往不断显现，她缺失的记忆也正在不断的恢复。或许要不了多久，她就能彻底恢复所有记忆。昊天境内，讲述完与冷若雪的故事，萧凡又接着开始讲述起了他与温雅贤、霍灵儿、龙笑笑以及公孙雅柔之间的故事。当所有的故事都讲述完之后，玄薇早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泪如雨下。萧凡与每一个徒弟之间的结局都太令人伤感了。萧凡这个师傅为了徒弟付出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同时萧凡的一生真的过得太苦太苦了，忍不住令人心疼。或许死亡反倒是他的解脱。不过有一点玄薇感到非常好奇。等情绪平复过后，玄薇开口问道：那在他们所有人当中，你最在乎的是哪一个？昊天境外，原本神色还非常伤感的几人，一听到这句话，顿时就来不及伤感了，目不转睛的紧盯着昊天境，静静的等待着萧凡的回答。昊天境内，听到玄薇问的这个问题，萧凡有些愕然，这着实是有些难为人了。不过看着玄薇一脸好奇八卦的模样，显然若是他不回答的话，玄薇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萧凡叹息道：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也不会去想这些会伤害到他们的问题。他们都是我心里最在乎的人，只要他们都一切安好，我便心满意足了。说到这，萧凡的神色突然变得有些伤感。或许你应该问我，他们现在谁更恨我一些？萧凡此时的声音听起来是有一些苦涩的，他其实并没有看起来的那么坚强。他也会哭，也会难过，也会感到委屈与痛苦，但是这一切他只能选择默默的独自承受。昊天境外，但众人听到萧凡连可能会伤害到徒弟们的问题都不会去想时，都不由得为之动容。究竟是一个怎样善良温柔的人，竟然能做到如此这般设身处地的为别人考虑？能有这样一位师傅，恐怕是每一个人心中的理想了。而当众人听到萧凡问出哪个徒弟会更恨他时，内心之中都莫名有一些酸楚。无论后来萧凡是怎么成为为祸苍生的幽冥魔帝的，
但是直到目前看到的画面为止，萧凡的一生都充满了辛酸与苦涩。为了守护徒弟们，萧凡可以说是倾尽了他所能付出的一切。当萧凡问出那句谁更恨他时，可以看得出萧凡对此是充满了感伤，也并不是毫不在意的。他为徒弟们付出了一切，最终得到的却只是徒弟们对他的仇恨，哪怕这些都是他自愿的。但是他也是人，他同样是会感觉到痛的，只不过他没有师傅能守护他，所以只能自己默默地承受着这所有的痛苦。这一刻，萧凡哪是什么威名赫赫的幽冥魔帝，只不过是一个悲情的苦命人罢了。一时间，众人感慨万千，连他们这些普通人看了都尚且如此感慨，而作为被萧凡默默守护着的这些女帝们，更是已经彻底绷不住了。不，师傅，千错万错都是雪儿的错，是雪儿误会了你，你不要再怪自己了。冷若雪哭得梨花带雨，撕心裂肺。这一刻，他的情绪再次彻底崩溃，他的双眸中满含热泪，苦苦地凝望着原始地城内已经是一个活死人的萧凡。师傅，雪儿已经不恨你了，雪儿以后要一直陪在你的身边，你快点醒来好不好？他的声音凄婉哀鸣，充满了苦涩。萧凡，要是你再不醒过来，我可真的要恨你一辈子了！火灵儿厉声喝道。虽然他的言辞激烈，但他充满血丝、泛着泪光的双眼，暴露出了他内心真实的情感。望着原始地城内一点反应都没有的萧凡，火灵儿紧握双拳，整个手臂都在颤抖。他真的害怕萧凡就此再也不会醒过来了。龙笑笑紧紧咬着牙，眼眶早已经湿润，但是一直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他的口中喃喃道：“师傅，笑笑不会再恨师傅了，以后也不会再失控了。笑笑以后一定乖乖的听师傅的话，但是师傅也要答应笑笑，以后再也不要离开笑笑了。”文雅贤此刻虽然比他们表现的都更加的平静，但已然双眸通红，满脸泪痕，遥望着原始地城内的萧凡，他眼神中饱含着深情与愧疚。他同样想像冷若雪那般呐喊着唤醒萧凡，但同时他的内心又是理智的。他知道，当萧凡选择封闭了自己所有的感知，陷入到活死人状态时，萧凡对所有的一切都已经释然了，或者说是已经毫无任何留恋了。所以想要真正唤醒萧凡，光是现在这么喊是没用的，因为萧凡根本就听不到。要想唤醒萧凡，还得打开诛仙阵，将萧凡救出来之后再想办法。公孙雅柔同样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他虽然不自觉地握紧了双手，但脸上的表情却没有太大的变化。他的双眼坚定不移地望着原始地城内的萧凡。萧凡，你别想就这么一死了之，你以为只要是为了我好，我就不会恨你吗？公孙雅柔的眼神中充满了怒意，他恨萧凡的自作主张，他恨萧凡的烂好心。萧凡确实是为了他而死，但却从未问过他愿不愿意接受。等萧凡醒来后，他要明确地告诉萧凡，对于萧凡的烂好心，他不接受。萧凡，只要我活着一天，便会恨你一天，我绝对不会让你死的，我要把你永远囚禁在我身边赎罪。公孙雅柔怒不可遏地嘶喊着，身上散发着恐怖的气场，手指已经将手掌戳出血来，都没有一丝反应。一旁的神族女帝见到公孙雅柔身上的戾气这么重，随即又画出一道祥和的光芒，笼罩在公孙雅柔的身上。公孙雅柔身上暴虐愤怒的情绪瞬间又给平复了下去。多管闲事！公孙雅柔冷哼了一声，无语地白了神族女帝一眼。这个神族女帝是脑子有毛病不成？她还不能有点情绪了？虽然没落着好，但玄为对此倒并不是很在意。看着此时这几人的反应，玄为好像懂得了当初萧凡为什么无法明确的回答他最在乎的是哪一个了。不过随着记忆逐渐恢复，想到之后他与萧凡之间发生的事情，玄为的脸色逐渐变得有些怪异了起来。现在浮现出的那些记忆，不会是真的吧？虚空之上，瑶池女帝看着几人各不相同的反应，都快忍不住想鼓掌了。精彩，实在是太精彩了。虽然他们的反应各不相同，但归根到底，无非就是想着等救出萧凡后，然后唤醒萧凡，弥补一切。殊不知，他们已经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昊天镜回溯结束，离开萧凡之时，便是萧凡彻底身到萧死，神形俱灭的时候。届时必将看到一幅更加精彩的画面，光是想一想就令人心神愉悦。无论萧凡所有的所作所为究竟是不是都有隐情，光是萧凡杀死了他夫君，囚禁了他夫君的魂魄，光是这一点便让他永远也不可能原谅萧凡。看着元始帝城内已经是一个活死人的萧凡，瑶池女帝脸上露出一抹悠然自得的笑容。将萧凡逼到如此绝境，可不光光只有他一个人的功劳，是他们7大女帝共同联手，才将萧凡逼迫到如此绝境。所以说，萧凡最后的死，他们7位女帝都有份。真想看看，当这些蠢女人知道是他们逼死了萧凡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光是想一想，瑶池女帝就已经忍不住想要开始笑了。想要弥补，那你们也得有这个机会才行。带着这份愉悦的心情，瑶池女帝再次将目光投向了昊天境内。昊天境内，对于萧凡的回答，玄威显然并不满意，眉头皱了皱，然后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颇为高兴地说道：“既然你不知道你最在乎的是哪一个，也不知道他们哪一个最恨你，那不如我们就情景重现一下。”玄威两眼冒光，兴致勃勃地看着萧凡。情景重现，萧凡有些不解，这是什么意思啊？闻言，玄威解释道：“就是我们将你的人生经历重新演绎一遍，我来扮演你之前的每一个徒弟，你还是来演师傅。只要我们重新将你的人生经历再演绎一遍，我带入到你每一个徒弟的角色当中，这样岂不是就能知道他们当时最真实的内心感受了吗？这样一来，不就知道他们当中谁最恨你了吗？”我看没这个必要吧。萧凡有些懵，这是什么羞耻的行为？而且本来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体，并不是说有了相同的经历便能有相同的感受。再说了，这还是演的，根本就不可能做到感同身受。而且这些都是他痛苦的回忆，此时还要重新演绎一遍，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他也不知道这个叫玄威的仙子为什么会有这种突发奇想。原本他还想向这个叫玄威的仙子询问一些有关仙界的信息，但是此时看着他两眼冒光，兴致勃勃，完全听不进任何话的模样，他已经想走了。毕竟他可不想留下来做那些羞耻的情景重现。而且他现在虽然有了这具身体，但那股在召唤他的力量并没有消失，他也要想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力量在召唤他。念及此，萧凡礼貌地朝玄威拱手道：“玄威仙子，我刚刚就随口一说，你不用太放在心上了。那情景重现我看就没必要了。我已经叨扰仙子多时，便不在此继续打扰仙子清修了。”萧凡自认为回答的还算得体，虽然自己现在的身躯是这位玄威仙子做出来的，但是显然对于这位玄威仙子来说，就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将来若是有什么地方需要他报答的，他自然是义不容辞。至于现在他留在这里，除了会打扰到这位玄威仙子修行以外，确实有些一无是处。听到萧凡要走，玄威顿时就恼了，气急败坏道：“老娘寂寞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等到你，你还想走？我他娘的告诉你，你的身体是我捏的，你他娘的就是属于我的。”一边说道，玄威一边走到了萧凡的面前，猛戳着萧凡的脑门：“听明白没有？戳一下，你是属于我的；再戳一下，我让你干什么？再用力猛戳一下，你就要干什么？要是不听话，我他娘的把你胳膊和大腿都卸下来！”差点就把萧凡脑壳都给戳穿了。萧凡彻底懵了，这玄威仙子变脸也未免太令人始料未及了。先前还是清冷脱俗的仙子，怎么转眼之间就满口粗鄙之言，举止还这般粗鲁？不光光是萧凡懵了，此时就连昊天境外的所有人都懵了。是不是我看错了？这满口粗鄙之言，行为举止粗暴的女子，真的是刚刚那位清冷脱俗的仙子吗？无数人揉着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这一幕，实在是太幻灭了。仙子怎么能说粗话呢？怎么能戳别人脑门呢？还张口闭口就要卸胳膊卸大腿的，未免也太彪悍了。这与他们一直以来认为的清冷脱俗的仙子形象实在是反差太大了，一时之间都有些无法接受。
有人不由得将眼光望向了沐浴在神光内的神族女帝。神族女帝同样是来自于仙界的仙子，不会也是这样的吧？不过刚升起这个念头，众人就急忙的摇头否定了。神族女帝浑身上下散发着圣洁祥和的神圣气息，怎么可能会如画面中这位玄威仙子这般泼辣彪悍？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光是有这个念头，都是对神族女帝的亵渎。画面中这位玄威仙子表现出如此巨大的反差，确实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看着画面中玄威仙子不断恐吓着萧凡，冷若雪气得也快骂娘了，差点就失去理智，想要冲进昊天境内跟他理论了。原先他还觉得自己不如这位玄威仙子，如今看来，这什么狗屁仙子压根就是一个蛮不讲理的泼妇。看到师傅萧凡被这般猛戳脑门，他都快心疼死了。火灵儿气得直冒火，待他将来飞升仙界，定要让这玄威仙子也尝尝被人戳脑门是什么滋味。即便是温雅贤这般好脾气的人，见到萧凡被这般的羞辱恐吓，也是气得脸色发青。龙笑笑更是一边磨着牙，一边恶狠狠地盯着画面中这个玄威仙子。若是这位玄威仙子此刻在他面前，他定要将他的骨头都给嚼碎了。公孙雅柔的身上再次爆发出滔天的戾气，萧凡是属于他的，除了他以外，任何人都不能这般欺辱萧凡。公孙雅柔本以为他这次又没有控制住戾气，神族女帝定然又会强制让他冷静下来。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次神族女帝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看着沐浴神光呆立在原地的神族女帝，公孙雅柔感到了一丝疑惑。难不成神族女帝真的认识这位玄威仙子不成？想起先前神族女帝就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公孙雅柔越发确定了这一点，随即冷声道：“你是不是认识这个叫玄威的泼妇？”啊，我不是，我没有，你不要乱说。神族女帝身上的神光一阵剧颤，我在问你认不认识他，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公孙雅柔脸色阴沉地盯着神族女帝，不对劲。实在是太不对劲了，神族女帝的表现实在是太反常了，事出反常必有妖。可神族女帝很快反应了过来，未曾想到仙界之中竟有如此泼辣蛮横的仙子，着实令人始料未及。你不就是来自仙界的吗？难道你会不知道吗？公孙雅柔带着审视的目光紧盯着神族女帝。这个神族女帝身上沐浴着神光，遮遮掩掩的不敢露出真容，想让人不怀疑都难。对于公孙雅柔的质问，神族女帝坦然道：“我虽来自于仙界，但大部分的记忆都被封印，对于仙界的了解，我比起你们也多不了多少。”在神光的遮挡下，神族女帝一脸羞耻的模样，实在是太难以启齿了。她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代表圣洁祥和神圣的仙子，到下界来就是为了拯救天下苍生的。可万万没想到，在昊天境显现的画面中，自己曾经竟然如此这般的蛮横不堪，实在是让他始料未及。而且最重要的是，随着画面的显现，他的记忆也在不断的恢复。他很确定画面中这个粗鲁泼辣的玄威仙子就是他自己。我的苍天呀，还不如不要让他恢复记忆，想起的越多，便越让他感到尴尬，纯纯都是黑历史。不行，绝对不行，绝对不能让人知道他神族女帝就是画面中那个玄威仙子。为了保持自己清冷脱俗的形象，他决定终生都不会露脸了，一直保持着这种神秘神圣的感觉。对于神族女帝的解释，公孙雅柔是持怀疑态度的。只不过之后无论他在说什么，神族女帝都油盐不进，一言不发。为此，他也只好暂时先放下心中的这个疑虑。但是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在彻底搞清楚之前，是不可能消失的。所以在昊天境继续显现画面的过程中，公孙雅柔都有在暗中观察神族女帝的反应。昊天境内，看着原形毕露的玄威仙子，萧凡有些感叹，以前只听说过人不可貌相，没想到仙也不可貌相。这看似清冷脱俗的玄威仙子，真实的性格竟然如此霸道泼辣。他这是上了贼船了，想走恐怕没那么容易了。看到萧凡老实后，玄威顿时又变回了先前清冷脱俗的模样。好了，
那我们就开始吧。从现在开始，你就把我当成你的第一个徒弟冷若雪。说话间，玄威手一挥，周遭的景色瞬间就发生了改变，竟然真的还原出了当初他第一次见到冷若雪时的场景。虽然细节方面略有不同，但也已经十分接近了。此时，玄威正被几个恶霸包围着。看到眼前的这一幕，萧凡才终于确定，这位玄威仙子竟然是来真的。说实话，真的会感到羞耻的。萧凡直接就尬住了。但是在看到玄威狠厉的眼神后，萧凡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只希望等满足了玄威这些恶趣味后，玄威能让他离开。数个时辰之后，冷若雪的篇章结束了。玄威一脸气恼地盯着萧凡，全是演技，一点感情都没有。你对你的那些徒弟都是这么敷衍的吗？萧凡表情僵硬，人都眼麻木了。说实话，只有真的尝试过后，才知道究竟有多么的羞耻的。他都不知道自己先前几个时辰是怎么熬过来的。此刻的痛苦与折磨，甚至超过了曾经的真实经历。别说萧凡了，就连昊天境外看着的人都已经尬得不行了，脚趾扣的，头皮发麻。这玄威仙子玩的还真挺变态的，都不由自主的对萧凡产生了一丝同情。而作为故事主角的冷若雪都快气死了，看着师傅萧凡与玄威演绎的有关他与师傅萧凡之间的过往，完全就是对于他和师傅萧凡之间感情的侮辱。但凡有脑子的人都知道，真实的感情都是发自真心的真情流露，靠演是演不出来了。这个玄威仙子根本就是一个死变态，真是苦了师傅了。温雅贤此时都有点不敢看了，因为冷若雪与萧凡之间的故事演绎完后，很明显就轮到他与萧凡之间的故事了。而公孙雅柔则是一直盯着神族女帝，但凡神族女帝身上沐浴的神光有一点的异常，都会被他尽收眼底。神族女帝自然也是知道了这一点，所以一直在极大的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但是说实话，看着昊天境此时显现的这些画面，没有谁比他这个当事人更加羞耻，更加尴尬了。他差点就绷不住了。不过好在他身上有神光挡着，没有人知道他就是那个玄威仙子，要不然他非得无地自容，找一个地缝钻进去不可。淡定，我要淡定。昊天境内，为了尽快摆脱玄威仙子的折磨，萧凡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配合玄威仙子，将自己的人生都演绎了出来。终于，他死了，一切都结束了。萧凡长出了一口气，他从未这么想死过，这下总该行了吧？萧凡有些心惊肉跳地看向玄威仙子，生怕他又要搞出什么幺蛾子来。他真的怕了。只见玄威仙子此时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萧凡的那些徒弟并不知道萧凡为他们付出了这么多，而他在知道真相的情况下，将自己带入到了萧凡的那些徒弟的角色当中，自然是感动的无以复加。若是有朝一日萧凡的这些徒弟们知道了真相，恐怕会比他哭的还要惨。但是玄威觉得他们不配知道萧凡的好，后悔的眼泪是最不值钱的。待到情绪逐渐缓和下来后，玄威擦了擦脸上的泪痕，目光灼灼地盯着萧凡。既然你那些徒弟都这般不识好歹，我看这样好了，以后你就专门给我一个人当师傅，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你这个师傅的。这样一来，你以后也不用为难最在乎哪一个徒弟这样的问题了，因为从今往后，我就是你唯一的徒弟。萧凡表情僵硬良久后，萧凡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我何德何能，能当得了仙子的师傅？呵呵，我就是通知你，并没有要问你意见的意思。玄威仙子皮笑肉不笑地盯着萧凡，懂了吗？懂了。萧凡捂着脸，心中尽是无语与无奈。他就没见过逼人为师的，但是要说这玄威仙子有多坏吧，好像又没有。这个玄威仙子此时虽然看起来非常的蛮不讲理，但更像是一个孤独的小女孩，在看到喜欢的玩具后舍不得撒手，而且她的内心也并没有她表现的这么强硬。从先前玄威仙子多次因为她的人生经历而泣不成声，就能看出其实玄威仙子的内心是非常的感性柔软的。此时突然想要当她的徒弟，
可能真的是觉得他的人生实在是太惨了，为他感到委屈，所以才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救赎他。出发点是好的，就是这手法着实有些简单粗暴了。萧凡轻叹了口气，好吧，就当是又收了一个问题徒弟了。看到萧凡答应后，玄威脸上露出非常满意之色，随即开口说道：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是师徒了，那称呼自然也要改变一下。我要听你喊我的名字。玄威一脸期待地看着萧凡。萧凡没有太过多想，毕竟他已经当玄威是他的徒弟了，喊一下玄威的名字好像也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玄威，萧凡缓缓地喊出了玄威的名字。啊！玄威突然心满意足地呻吟了一声，表情之中充满了沉醉，然后眼神迷离地盯着萧凡。师傅，以后每一天我都要听你喊我的名字。萧凡，他好像失算了，事情看起来好像并没有他想象的这么简单。昊天境外，噗！所有人都绷不住了。变态吗？这不是破案了，破案了！这玄威仙子压根就是一个寂寞了不知道多久的变态痴女。萧凡这是被变态给缠上了，真是万万没想到，这仙界的仙子也并不全然都是像神族女帝这般圣洁脱俗的存在。不过像这么变态的，他们还是万万没想到的，简直打破了他们的认知，连他们都如此无语。可以想象得到，萧凡的这些女帝徒弟们，在看到萧凡被这样一个变态痴女缠上后，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本以为公孙雅柔已经天下无敌，没想到竟是小巫见大巫了。冷若雪几人脸上都是一脸担忧，师傅萧凡落入到这么一个变态痴女的手上，还不知道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只要一想到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他们就痛苦不已。萧凡怕是要清白不保啊！不少人吃瓜群众甚至都在讨论，原本善良宽厚的萧凡，后来会变成为祸苍生的幽冥魔帝，是否就是因为在仙界受到了这个变态仙子的影响，所以最终才会堕落的？谣言就是这样，越讨论越离谱。神族女帝听的是气抖了，竟然有人说她让萧凡当她师傅，只是为了满足那种欺师灭祖的变态心理。更有甚者，竟然说他每日都要强迫萧凡数十日，最终把萧凡彻底给玩坏了。萧凡因此才会堕入魔道，成为幽冥魔帝，报复天下苍生的。这些话虽然同样听得公孙雅柔直窝火，但他此时来不及跟这些乌合之众计较，因为他发现神族女帝此时表现得非常异常，身上的神光不断荡漾，十分的不稳定，最终在某一刹那彻底爆发了出来。都给老娘住口！一股澎湃的地威从神族女帝的身上溢出，滔天的威压铺天盖地的笼罩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除了同为女帝的几人外，其余人皆脸色发白，身躯颤抖，不敢言语。众人都疑惑不解地看向神族女帝，不明白神族女帝为什么会突然暴怒，突然向所有人施压。直到神族女帝身上一直沐浴的神光逐渐散去时，所有人脸上的表情都僵住了，眼神中充满了震惊与不敢置信之色。神族女帝的真容竟与昊天境画面中那位玄威仙子一般无二，难以置信，难以理解，但是依旧大为震撼。这下所有人都明白神族女帝为什么会突然间爆发雷霆之怒了。玄威双眸之中充满怒火地瞪着刚刚那些造他谣的人，有道是恕可忍，孰不可忍。原本他还打算就这样一直隐藏下去，但是听着这些人越来越离谱的造谣他实在是忍不了。他若是再不出来澄清一下，恐怕就永远被钉到耻辱柱上了。说话呀，你们不是说老娘变态吗？有本事你们当着老娘的面说呀！玄威怒声呵斥着刚刚那些传谣言的人，目光所过之处就没见到一个敢抬头的。此时此刻，已经没人会质疑眼前的神族女帝就是昊天境画面中的那位玄威仙子，因为神族女帝现在说话的语气都与那位玄威仙子一模一样。这谁能想到，在他们心目中，神族女帝是圣洁祥和的神圣存在。谁会想到神族女帝竟然与那个变态的玄威仙子是同一个人，实在是让人惊得下巴都快掉了。哼，看着没人敢出声，玄威这才冷哼了一声，
微微平缓了一下情绪。直到他与公孙雅柔那双冷漠的眸子对上时，玄威已经放弃治疗了。既然现在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了他的真面目，那他干脆就不装了，朝着公孙雅柔冷喝道：“看什么看？没见过比你漂亮的仙女吗？”公孙雅柔的眸中划过一缕寒芒。原本他只是觉得神族女帝可能认识那位玄威仙子，没想到神族女帝竟然就是本人。看着神族女帝此时叫嚣的模样，公孙雅柔言语冰冷地说道：“若是让我知晓你对萧凡做了些什么，我绝对不会放过你。”哎呦，我好怕哦！玄威先是嘲讽了一句，然后冷声道：“就算是我真的把萧凡怎么着了，关你屁事？还有你们！”玄威突然将目光对向了冷若雪等人。现在知道后悔有什么用？萧凡为你们付出了这么多，看看你们都做了些什么。老实告诉你们好了，萧凡根本就不屑于你们的报答，你们也别想着去弥补他了。从今往后，不要再出现在他的世界里，才是你们最应该做的事情。玄威俨然已经杀疯了，逮到一个就要破口大骂一遍，不用保持形象为所欲为的感觉实在是太爽了。那些普通的修行者自然是不敢有所怨言，但是同为女帝，哪能任由玄威这般羞辱？冷若雪不甘示弱地反驳道：“你凭什么指责我们？难道师傅变成现在这样，没有你的责任吗？要知道，诛仙阵可是他们7位女帝联手布下的，缺少一位都不可能成功。也就是说，真要论到责任的话，玄威与他们的责任是相同的，根本就没有资格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他们。”闻言，玄威理直气壮道：“那还不是因为我失去了记忆，听到你们这些人到处污蔑萧凡，说他是个大魔头，我才会为了拯救天下苍生而与你们合作。若是我没有失去记忆的话，一定不会和你们同流合污。所以说到底，我也是受害者。若是没有你们的误导，我也不会伤害萧凡。”原本趾高气扬的玄威突然变得楚楚可怜起来，好像受到多大的委屈似的，一脸愤慨地看着几人：“你们要是还要点脸的话，就不要再纠缠萧凡了，因为和你们在一起只会给萧凡带来痛苦。”玄威这话说的真的有点杀人诛心了。只不过火灵儿这暴脾气可不吃这一套，怒声喝道：“你在教我做事？你以为你还是仙界的仙子吗？如今你身处下界，那就要守下界的规矩，否则别怪我们人多欺负人少。”火灵儿的语气中满是警告之意。玄威确实是来自仙界的仙子，曾经确实凌驾于他们所有人之上，但玄威现在身处下界，仙路又早已经被斩断，世间仙气不存，玄威早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仙子，如今的实力也就与他们这些女帝相当。1对1确实说不好究竟孰强孰弱，但是要知道他们现在可是4位女帝结成了同盟，只要能救出萧凡，他们也不在乎落下一个以多欺少的名声。至于救出萧凡了之后会怎么样，那就各凭本事了。温雅贤虽然没有说话，但是显然是赞同火灵儿说的这些话的。诚然，一直以来都是他们误解了萧凡，伤害了萧凡，等将萧凡救出来后，哪怕萧凡不想见他们，不接受他们的弥补，他们也无怨无悔。但是指责的话绝对轮不到玄威来说。玄威现在说这些话，真正的目的无非就是想要独自占有萧凡。刚刚他们也已经在昊天镜中看到了，玄威多少有点变态。萧凡跟玄威在一起时，同样是一种痛苦折磨，在他心中已经将玄威和公孙雅柔列为了同一类。萧凡是绝对不能落入他们2人手中的。龙啸笑一直磨着牙，紧盯着玄威和公孙雅柔2人。虽然对于冷若雪等人他也不是很喜欢，但是他更加讨厌公孙雅柔和这个趾高气扬的玄威，所以他选择暂时跟冷若雪等人结成同盟。毕竟现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救出师傅萧凡。很明显，人多的这边看起来比较有把握一点，眼看对面不讲武德，要以4对1，玄威心里也有点虚了。但是这气势他可不能输。随着记忆的恢复，玄威也逐渐想起了后来他与萧凡之间更多的一些回忆。想到这些后，他的心里也变得越加有底气起来。随即看着几人冷声道：“算了算了，跟你们说这么多也毫无意义。
我们不妨走着瞧。在众人看来，玄威这不过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放的狠话罢了，都没太当一回事。但是公孙雅柔却敏锐地察觉到了玄威莫名的底气，难不成玄威真的将萧凡给……只要一想到这种可能，公孙雅柔心中就升起了难以压制的愤怒。若是玄威曾经真的将萧凡怎么着，他绝对不会放过玄威。公孙雅柔此时身上的杀气和戾气这么重，玄威自然是察觉到了，而且很明显，公孙雅柔现在身上的这些戾气和杀气都是冲他的。对面4个不讲武德，他暂时避让也就罢了，你就一个人，我还怕你不成？随即一挥手，一股祥和之气打到公孙雅柔身上，再次强制让公孙雅柔冷静了下来。做完这一切后，玄威戏谑道：“你这么生气干嘛？你以为你为萧凡付出了这么多，他就会爱上你吗？别做梦了！难道你还没有发现，萧凡宁愿自己去死，也不愿意成你的情吗？”公孙雅柔知道玄威说这么多都是为了激怒他，但是还是不受控制的再次被激怒了。然而在他的怒火再次燃烧起来时，玄威再次打出一道祥和之气，让他强制冷静了下来。嘿嘿，就是玩。玄威贱兮兮地看着公孙雅柔，公孙雅柔有些气急败坏。每当他怒不可遏地想要给玄威一点教训时，玄威都会强制让他冷静下来。在冷静期内，他会短暂地进入无欲无求，没有任何情绪，不想与任何人起争端的状态中。这玄威就好像是专门克他的一样，让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最后，不管玄威再说什么，公孙雅柔都选择了无视。虚空之上，瑶池女帝看着这些女帝之间不断的争斗，她都快忍不住要鼓掌了。看到这些女帝之间争斗的越厉害，她就越发的愉悦。斗吧，你们就好好的斗吧。斗到最后，发现所有一切都毫无意义，萧凡已经神魂俱灭之时，一定会更加精彩。昊天境内，萧凡已经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日子，每一天他都过得备受煎熬，真叫一个度日如年。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有我这么一个徒弟，是你几世修来的福分？玄威将一颗仙果塞进了萧凡的嘴里后，一脸沾沾自喜地看着萧凡。萧凡差点被噎死，但还是一边咳嗽一边点了点头。为什么呢？因为玄威不允许他发表任何的反对意见。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萧凡才知道玄威的问题大大超乎了他的预估。原先他本以为玄威只是孤独寂寞太久了，想要有一个玩伴，又不懂得与人怎么相处，所以才会表现的反差那么大。但是随着他和玄威的日渐相处，他才发现玄威的性格有大大的缺陷，霸道、专横，不懂得顾及别人的感受，完全就像是一个被宠坏的小女孩。虽然玄威的心是善良的，之所以突发奇想的认他为师，也是因为同情他以前的那些经历，想要让他忘却过去的那些伤痛，但就是有些太极端了，凡事都要顺着他的心意来。就比如说他现在都快撑死了，玄威还在一股脑的喂他吃鲜果。眼见玄威又想给他硬塞一枚鲜果进嘴里，萧凡终于是绷不住，抬起手止住了玄威的动作。够了，我不想吃了。你说什么？原本心情还非常开心的玄威骤然间就变了脸色。你别不知好歹，这些鲜果可是老娘亲手去摘的，你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玄威眯着眼，眼神凶狠地瞪着萧凡。若是之前，萧凡可能会选择柔声劝说，用示软的方法去引导玄威，但是都已经过去了这么久，玄威还是一点改变都没有，还是稍有不合他的心意就变脸。萧凡觉得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既然他现在是玄威的师傅，那理应就要肩负起教导徒弟的责任。玄威，你就是用这种态度跟师傅讲话的吗？萧凡怒斥了一声后，表情严肃地盯着玄威那双狠厉的眼睛。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严厉的态度去教导玄威。若是玄威依旧不把他这个师傅当一回事，那他就当与玄威之间的师徒关系从来就只是一个玩笑。这些天，那股召唤的力量正在不断的增强，他一直想要去一探究竟，但是玄威却不允许他离开这座仙岛半步。若是真的无法令玄威改变，
他与玄威之间的师徒关系只是一个玩笑的话，那他宁愿舍弃现在的这具身躯，也要选择离开。萧凡突然之间的爆发，令玄威猛然之间愣了一下，然后以一种极其复杂的眼神看着萧凡。这种眼神让萧凡有些摸不着头脑。他本以为玄威会恼羞成怒，但是此时玄威却出奇的安静，搞得萧凡都有点觉得自己刚刚说话是不是太大声了。不过既然话都已经说出口了，那他也只能一条路走到底。目无尊长，没大没小，成何体统？你的眼里究竟有没有我这个师傅？萧凡怒声训斥着。说实话，他心里是没有底气的。毕竟玄威跟过往收的那些徒弟完全不同，过往他的实力都是要强于徒弟的。若是他真的想教导徒弟，那自然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现在，玄威乃是真正的仙子，而他别说修为了，就连现在这具身体都是玄威帮他做着。也就是说，他这个师傅，玄威若是认，那他就是师傅；若是玄威不认，那他连个屁都不是。决定权在玄威那里，而不是在他这里。就在萧凡以为玄威必将气急败坏，再次骂娘时，玄威却突然间蹲到了萧凡的面前，以一种崇拜的眼神仰望着萧凡。师傅，你好霸道，人家好喜欢呀。师傅，你以后多骂骂徒儿好不好？徒儿保证以后一定都乖乖听师傅的话。玄威眼里冒着星星，表情略显痴迷。萧凡一脸愕然，玄威的反应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从未想过玄威竟然是吃硬不吃软，早知如此，他早就该硬起来了。昊天境外，所有人都是一脸愕然，真的是要被惊掉下巴了。本以为神族女帝先前怒斥众位女帝是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女王，谁曾想她其实是个……众人不由得将目光都望向了神族女帝，却发现神族女帝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再次用神光遮挡了她的面容。很明显，神族女帝已经提前回忆起了当时的画面，为了避免被人看笑话，所以再次选择躲进了神光里。虽然这多少有点自欺欺人，但勉强还算是有点自我安慰的作用。可是实际上根本一点用都没有。玄威此时依旧是尴尬的全身发麻，实在是太羞耻了。虽然他不想承认，但他以前确实有这种癖好。而且谁说仙女就不能有点特殊的癖好了？说不定那一直端着的瑶池女帝还有比他更特殊的癖好。想到这，玄威不由得抬眼看向虚空之上的瑶池女帝。虽然神族女帝身上沐浴着神光，众人无法看清她的脸，但是能大致确定他视线看向的方向。顺着他的视线，众人纷纷将目光都锁定在了虚空之上的瑶池女帝身上。众人不由得在想，为什么神族女帝要突然看向瑶池女帝？难道瑶池女帝也有同样的癖好不成？这一时间，众人开始浮想联翩。感受到这一幕，瑶池女帝都快要气死了。好一招祸水东引，直接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她的身上。瑶池女帝强忍着心中的怒气，这个时候她不能解释，因为若是她突然解释了，所有人就会觉得她为什么突然要解释，是不是心虚了，只会越描越黑。所以即使她怒火滔天，但也只能往自己肚子里咽。见到基本上大部分人的注意力都从自己身上转移到瑶池女帝身上后，玄威顿时感觉舒服多了。看着神族女帝这招祸水东移，冷若雪等人都忍不住想笑。虽说神族女帝这癖好确实有点难以理解，但是只要能令瑶池女帝吃瘪，那就是好癖好。虽然他们互相之间也并非一条心，但是在针对瑶池女帝上，那绝对是同仇敌忾。短暂的插曲过后，众人再次将注意力放回到昊天境内。昊天境内，萧凡万万没想到，想要让玄威听话竟然这么简单。早知如此，他早就应该拿出严厉的态度的。不过现在看来倒也不晚。虽然玄威让他以后多骂一骂他的要求有点离谱，但是为了能更好的教导玄威，他也只能因材施教了。玄威，你给我听好了，既然你叫我一声师傅，那你以后就不能在这般肆意妄为。为师现在跟你约法三章：第一，
从今往后不可满口粗鄙之言；第二，从今往后不可强人所难；第三，从今往后不可限制为师的人身自由。你都听明白了吗？萧凡厉声道：“师傅，你只是声音大了点，并没有骂我呀。”玄威眉头紧蹙，一脸的不得劲。萧凡真是大无语了，从来就没有听过这种要求，竟然还有人喜欢被人骂。但是看着玄威一脸皱眉的模样，显然若是不满足他的这个要求的话，他是不会听话的。无奈秉承着因材施教的理念，萧凡也只好暂时选择迎合玄威的这个特殊癖好。你个笨蛋，为师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萧凡怒声呵斥道。玄威一脸享受的沉吟了一声，师傅，徒儿记住了。记住就好。萧凡难以形容此刻自己的心情，勉强算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吧。总算知道该怎么教导玄威之后，萧凡便升起了想要去那股召唤力量源头一探究竟的想法。就是那股召唤的力量将他的意识召唤到了仙界，他想要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召唤他。随即萧凡便跟玄威说出了想要让玄威带他往前去一探究竟的想法。当然了，他并没有跟玄威说关于召唤的事情，只是说在这里待的时间久了，想要去更深处逛一逛。如今的他虽然拥有了身躯，但却没有任何一丝的修为，在不脱离这具身躯的情况下，也就只能让玄威带着他去了。然而当玄威听到萧凡的这个想法后，顿时脸色大变，破天荒的一本正经地看着萧凡：“师傅，前面乃是仙界禁地，任何仙人都不准踏入，而我便是这禁地的看守者。据玄威所言，这禁地自天地诞生之初便已存在，传言禁地内有大恐怖存在，若是贸然闯入，将会给仙界乃至是下界都带来大灾祸。先帝下令，任何仙人都不准踏入禁地内。同时布下仙阵，将整个禁地都给封印了起来，并且还派他一直在禁地外看守着。”听完玄威的解释，萧凡心中的疑惑久久无法散去。那股召唤他的力量，竟然是来自于仙界的禁地内，这是令他完全意想不到的。难不成召唤他的那个力量，就是来自于禁地内的大恐怖存在？他何德何能，竟然能令仙帝都忌惮的恐怖存在召唤他？不过一想到玄威所说，若是贸然闯入禁地内，可能会给仙界乃至下界都招来大灾祸，萧凡便绝了想要去一探究竟的想法。萧凡此时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玄威所在的这座仙山周围连一个仙人都没有了。既然仙帝都下令禁止所有仙人踏入禁地内，又有玄威在这看守着，自然也就不会有仙人靠近禁地附近了。也难怪他一开始看到玄威时，他是显得那么的孤独寂寥。仙人拥有无尽的寿元，而玄威已经不知道在这里看守禁地多少岁月了。现在想想，心里有点变态，多少也能理解。萧凡不由得对玄威感到有些心疼。在他没有出现之前，玄威的日子可以想象得出有多么的煎熬。只不过有一点萧凡感到很好奇，那就是为什么仙帝会派玄威来看守禁地？玄威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虽然他也没有见过其他的仙人，但以玄威的性子，显然并不是合适的人选。当萧凡问出这个疑问后，玄威全然忘记了先前答应萧凡不可再讲粗鄙之言的承诺，直接破口大骂了起来。还不是我那天杀的老爹，丧心病狂，狼心狗肺，说什么其他人他信不过，非要叫我来看守这破禁地。狗日的，为了怕我跑了，还在我身上设下了禁制，没有他的允许，我永远也不能离开这里。玄威怒火中烧，不断的猛捶着桌面，看得出玄威此时真的是非常的恼火。对此，萧凡多少也能理解，所以即便此时玄威违反了与他的约法三章，但他也没有多说什么，而是任由玄威肆意宣泄心中不满的情绪。不过有一点萧凡是听出来了，那就是玄威是被他父亲派来看守禁地的，而先前玄威曾说是先帝派他来看守禁地的。如此说来，岂不是说玄威便是先帝之女？想到这，可是让萧凡又大大的震惊了一下。那可是先帝呀，诸天万界所有位面最为强大尊贵的存在，
而他却成了先帝之女的师傅，岂不是说他和先帝也是一个辈分了？这萧凡心中大寒，想想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何德何能，竟然能和先帝一个辈分？昊天境外，所有人也是一脸的震惊，皆是用不敢置信的眼神看向神族女帝。这神族女帝不仅是来自于仙界的仙子，竟然还是先帝之女，实在是太令人震撼了。神族女帝玄微见状，逐渐散去了沐浴在身上的神光，再次露出了真容。只见她神色清冷，面容圣洁祥和，气质出尘，浑身上下散发着超凡脱俗的气息。玄微看似好像一点都不在意众人震惊的目光，那清冷的表情就好像是在说大家都别看我了，不过就是个先帝之女罢了，算不了什么。但其实在他的心里是有点嘚瑟的。他娘的，丢脸了这么久，总算能有点长脸的事情让这群无知的凡夫俗子好好的震惊一下了。呵，装什么装？北冥女帝冷若雪不屑一笑，神族女帝的真面目早就暴露了，现在找补已经来不及了。诚然玄微竟然是先帝之女，确实是他没有想到的，但是搞不好先帝也是被这个女儿搞无语了，所以才会将她送往下界的。太乙女帝温雅贤有些哭笑不得，这神族女帝竟然单纯的有些可爱。天火女帝火灵儿有些无语的摇了摇头。萧凡骂的没有错，这玄微还真是一个笨蛋，他先前竟然和这个笨蛋在那争执，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太蠢了。龙族女帝龙笑笑更是已经不再对玄微针锋相对，笨蛋看久了也会变笨的。妖族女帝公孙雅柔默默地拉开了与玄微之间的距离，有时候不怕聪明人，就怕那种愣头愣脑的笨蛋。他已经在玄微身上吃过好几次瘪，还是离他远一点比较好。虚空之上，瑶池女帝一脸鄙夷，先帝之女就这，很明显不如我这个下界的天帝之女。想到这，瑶池女帝原先被玄微祸水东引造成的烦躁心情也不由得好了许多。对于神族女帝先帝之女的身份，其余几位女帝可以无动于衷，但是对于那些普通的凡人和修仙者来说，还是大受震撼的。毕竟仙人对于他们来说就已经是如同传说中一般，更何况还是神话中的先帝。无论神族女帝先前有多少的丑态，但是只要她先帝之女这个身份一摆出来，就没有几个人能不以崇敬的目光去看待神族女帝的。不过众人心中也有一个疑惑，那就是神族女帝既然是先帝之女，地位尊崇，那她为何会被送到下界？难道说仙界出现了什么变故？又是否与那仙界禁地有关？也不怪他们会这么想。要知道从古至今从未有过仙人下界的先例，更何况还是先帝之女。而且先前通过昊天镜，他们也得知了仙界禁地内有大恐怖存在，若是有人贸然闯入到仙界禁地内，可能会给仙界和下界都招致大灾祸。虽然众人都不知道萧凡受到仙界禁地内某股力量召唤的事情，但是都能看得出萧凡原先是想要前往仙界禁地的，只是在得知了那是什么地方之后，才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难保萧凡后来也一直没有进入仙界禁地。随即有人开口朝神族女帝问道：神族女帝大人，您可曾想起您为什么会来到下界？是否是仙界内出现了什么变故？此言一出，不仅是那些普通人，就连其他女帝的目光都望向了神族女帝。他们不相信萧凡会无缘无故就斩断仙路，隔绝仙界与下界。萧凡之所以会这么做，必然是有某种原因的。闻言，玄微努力的去想了想，因为这也是他一直想要搞清楚的地方。只可惜他现在的记忆还有很多没有恢复。就在他准备放弃，等着记忆自然而然恢复时，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一幅画面，那是一片黑暗，一片虚无的黑暗。黑暗在吞噬着一切，即便是光都无法逃脱。无数仙禽仙兽在逃离黑暗，无数仙人脸上布满悲鸣与绝望，所有一切都在消失，最终不复存在。而在那连仙人都恐惧的黑暗中，缓缓走出了一个人，他的面容逐渐清晰。玄微猛然惊醒，他的眼神中布满了恐惧，无法相信刚刚浮现出的那段记忆。难道仙界真的已经被黑暗给吞噬，已经不复存在了？
玄威眉头紧锁，那段记忆的出现远远超乎了他的想象。一想到仙界可能都已经不存在，他的心情便难以言喻的难受。一直以来，他想要的便是找回记忆，然后重返仙界。可如今却告诉他，仙界很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这让他如何能接受得了？而且最令他感到震撼的是，他最后看到的那个从黑暗中走出来的人，竟然是萧凡。萧凡他究竟做了些什么？难道说仙界的毁灭与萧凡有关不成？带着这个疑惑，玄威神情凝重地望向昊天镜，他想要知道答案。原本众人都在静静地等待着神族女帝的回答，然而神族女帝在简单的思考过后，骤然间脸色大变，以一种从未有过的凝重之色紧紧地看着昊天镜。众人心想，神族女帝定然是想起了什么重要的记忆，而且看样子神族女帝是不会回答了。既然如此，众人也只能继续从萧凡的记忆中寻找答案了。昊天境内，萧凡在得知了玄威乃是先帝之女后，本来是有些不太好再用那种办法继续因材施教的，但是玄威却每天都缠着他，要他骂几声才舒坦，要不然就要开始发脾气了。无奈萧凡也只能选择继续满足他这种另类的需求。直到这天，萧凡骂完玄威之后，本以为玄威应该就能心满意足的不再闹脾气了，却没成想玄威突然叹气道：“师傅，我最近觉得你骂我已经没什么感觉了，要不你直接打我吧。”萧凡满头黑线，这要求真是越来越过分了。萧凡感觉自己都快变态了。萧凡想要选择无视玄威这种越发过分的需求，但奈何犟不过玄威的死缠烂打。玄威紧紧地抱着萧凡的大腿，苦苦哀求道：“师傅，你就打吗？倒用力狠狠地打，不要因为我是浇花就怜惜我。”萧凡一开始选择无动于衷，因为他觉得若是这次他又妥协了，恐怕之后玄威还会有更加得寸进尺的要求。而玄威见萧凡一点反应都没有，顿时又要开始发脾气了。“师傅，你打不打？你要是不打，那我可就要打你了。”玄威恶狠狠地凶着萧凡。萧凡一听，差点气笑了。“逆徒，你想欺师灭祖不成？”萧凡厉声呵斥道。萧凡一凶，玄威的气势顿时又软了下去。“师傅，你就打我一下嘛，要不然人家浑身不舒服。”恐吓不成，玄威就换成了撒娇。萧凡真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算了算了，想想玄威也是挺可怜的，漫长的岁月都一直一个人孤独的被困在这里，所以才会有了这种病。显然想要治好玄威的这种病，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就能做到的。希望等时间久了之后，玄威能慢慢恢复正常吧。萧凡无奈地叹了口气后，便挥起了手，啪啪啪！逆徒，若是再敢如此放肆，为师定然饶恕了你。萧凡一下又一下地拍打在玄威的身上，每拍一下，玄威脸上都露出了心满意足的表情。就在萧凡拍到第4下时，莫名感受到了一股目光，随即抬眼一看，与一个人四目相对。那是一个看起来儒雅随和的中年男子，身上虽然只是穿着一身素衣，但是光是往那里一站，就有一种浑然天成、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感觉。中年男子双眼微眯，以一种意味未明的眼神盯着萧凡。萧凡抬起的手瞬间就僵住了。萧凡懵了，虽然他原先并不知道这个中年男子的身份，但是说实话，当他看清楚中年男子的面容时，很轻易就猜出了男子的身份，因为玄威的眉眼之间与这个中年男子实在是太像了。若无意外，眼前这个中年男子应该就是玄威的父亲，传说中的先帝。玄威此时还不明所以，抱着萧凡的大腿，用不满的声音催促道：“师傅别停，人家还要……”嗨！中年男子轻咳了一声，神色古怪地看着玄威。玄威可真是给了他这个老父亲一个大大的惊喜。原本还抱着萧凡大腿撒娇的玄威，在听到身后的声音后，表情骤然一变，猛然间站了起来，然后转过身，眼神中充满怨气地瞪着中年男子：“你这个臭老头，竟然还敢来见我！”说着，玄威怒气冲冲地朝着中年男子走了过去。中年男子见状，
略显尴尬地笑了笑。刚想开口，父女寒暄几句，可还没等他话说出口，玄威已经狠狠地捏住了他的脸颊。只见玄威一个翻身骑到中年男子的背上，一只手拧着他的脸，一只手拧着他的耳朵，口中还骂骂咧咧：“臭老头，你个臭老头，看我今天不掐死你！啊，疼！闺女，我可是你亲爹，你下手未免也太狠了。”中年男子疼得呲牙咧嘴，但却没有制止玄威的举动，而是任由他又掐又拧的，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若是不让玄威将他心中的愤懑释放出来，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萧凡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幕，说实话，他已经开始怀疑自己先前是不是猜错了。眼前的中年男子真的是先帝吗？不是吧，先帝是诸天万界所有位面最为尊贵强大的存在，哪怕不展露一丝神威，那也应该是不怒自威，充满威严的。可眼前的这个中年男子被自己的女儿欺负也不敢还手，俨然一副家庭地位不太高的样子，这落差未免也太大了。不过看起来倒像是一个好父亲。原先听玄威说了那么多有关于先帝的坏话，萧凡本以为先帝应该是那种情感淡薄、冷酷无情的人，毕竟能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在无尽的岁月中看守着仙界禁地，绝非是一个心疼女儿的父亲能做出的决定。可是此时看先帝对于玄威的表现，很明显先帝对于玄威是非常的宠爱的。萧凡不由得在想，先帝让玄威来看守着仙界禁地，必然是有某种特殊的原因的。昊天境外，众人一开始都激动不已，毕竟那可是记载在神话传说中的先帝。此时他们有幸能见到先帝的真容，如何能不兴奋？只不过原先在他们的认知中，先帝那必然是威严崇高的神圣存在，哪怕只是看一眼都会令人忍不住臣服跪拜。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先帝不仅衣着朴素，神色温和，更是被自己的女儿欺负的一点脾气都没有。这让他们这些崇拜者一时间都有些无措，都深深的怀疑是不是他们也推测错了。画面中显现中的中年男子并不是真正的先帝，而此时瑶池女帝与他们的看法倒并不相同。她回想起了她的父亲天帝在世时曾经跟她说过，真正的至强者并非是那种表面上看起来就非常强大的存在，当修为达到了至高境界后，便会返璞归真，道法自然。第一眼看到他时，感受到的并非是他的强大，而是那种融于天地、大道交融的亲和感。毫无疑问，画面中显现的这个中年男子，便是神话传说中的先帝。看着画面中玄威与先帝毫无顾忌的相处模式，瑶池女帝心中有些复杂。她与玄威的出身何其的相似，玄威的父亲是仙界的先帝，而他的父亲是下界的天帝，他们都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但是他与天帝之间的关系，却与玄威与先帝之间毫无顾忌的相处模式完全不同。他的父亲天帝自幼就对他十分的严厉苛刻，以至于让他从小就对自己的父亲天帝十分的抵触和厌恶，最后更是忍无可忍，直接逃离了天庭。虽然他知道要不了多久他就会被找到，被抓回天庭，然后面临严酷的惩罚，但是只要能逃离天庭，稍微喘一口气，那也就值得了。只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逃离天庭的这期间发生了意外，他遇到了一生的挚爱，也就是他的夫君。即便他知道自己终究会被抓回去，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夫君成亲。那段日子虽然短暂，却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只可惜最终他还是被他的父亲天帝派人给抓了回去，也因此让他与他的父亲天帝之间的关系到达了冰点。直到后来，当他的父亲天帝死于萧凡之手时，他心中也是愤怒大于难过，更多的是对于萧凡杀死他夫君，囚禁他夫君的魂魄到他父亲天帝面前邀功，最后又篡夺了天帝之位的愤怒。至于对于他父亲天帝之死，他其实并没有太难过。此时看到画面中玄威与他的父亲先帝的相处模式后，他心里有些埋怨，即便是先帝都能对自己的女儿这么宠爱，为什么他的父亲天帝就要从小对他这么严厉苛刻？至于像画面中这么放肆的行为，那更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不由得瑶池女帝对玄威产生了一丝嫉妒。玄威自然是不知道瑶池女帝莫名其妙就嫉妒上他了，他此时的注意力都在昊天镜显示的画面中。蓦地，玄威再次用神光遮挡了自己，他不想让别人看到他现在的样子。他的眸中泛着泪光，曾经的他对自己的父亲先帝颇为的埋怨，觉得父亲的心里根本就没有他这个女儿，让他苦苦的看守着仙界禁地，忍受着无边的孤独与寂寥。可是当他现在以旁观者的角度再去看时，却发现父亲对他是多么的宠爱。只可惜他知道的已经太晚了。想起先前浮现在脑海中那恐怖的画面，玄威紧紧地握着手指。虽然他的记忆还未彻底恢复，但是他可以非常的确定，仙界恐怕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他的父亲先帝恐怕也已经与仙界一同被黑暗给吞噬了。而他之所以能幸存下来，或许就与他的父亲先帝强制要让他看守仙界禁地有关。想到这，玄威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泪水缓缓从眼角滑落。他恨自己没曾好好的跟父亲撒娇，恨自己没有珍惜最后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昊天境内是啼笑皆非的画面，昊天境外是众人哭笑不得的议论。而作为当事人的玄威，却隐藏在神光内黯然神伤，独自落泪。昊天境内，玄威又掐又拧，终于将怒火都宣泄的差不多后，这才从先帝的背上跳了下来。臭老头，你还知道来见我？我还以为你早就忘了有我这个女儿了。玄威没好气地瞪着先帝，每次一来都要被你这般摧残折磨，为父可不敢经常来。先帝轻叹了口气后，转而看向萧凡，悠悠道：怎么不跟为父介绍一下吗？见到先帝的目光望向自己，萧凡顿时身子站得笔挺，表情显得有些尴尬，因为他总感觉先帝看向他的眼神有些怪怪的。不过一想到先前他与玄威之间所做的一切，也难怪先帝会用这种古怪的眼神看他。这第一次见面着实不太体面。玄威看着萧凡拘束的模样，顿时就站在了萧凡的身前，朝着先帝怒目而视。臭老头，这是我师父萧凡，还不自我介绍一下，真是一点礼貌都没有。你这样会丢我的脸哎！玄威冷冷地训斥了几句后，转过身在萧凡耳边低声道：师父别怕，有我罩着你，这臭老头不敢欺负你的。萧凡真是大无语，他哪是怕先帝欺负他，他主要是因为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太尴尬了，有些不自在而已。再说了，对方是先帝，都不知道是比他高多少倍的前辈了，哪有前辈在晚辈面前先做自我介绍的？那未免也太不知轻重了。若是再让玄威讲下去，那他成什么人？随即萧凡走上前，拱手恭敬道：晚辈萧凡，见过先帝前辈。话音刚落，玄威便一脸不悦地将萧凡拉到身边，皱眉道：你是我的师父，和这臭老头是平辈，干嘛要这么恭敬？玄威心里是有些不满，他自己认的师父却对这臭老头这么恭敬，这臭老头现在心里肯定得意死了。果然，先帝此时满脸笑容，朗声笑道：微微说得对，既然你是他的师父，大可不必如此拘谨。说是这么说，但先帝的声音听起来却满是得意之色。玄威顿时变得气急败坏起来，觉得萧凡给他丢脸了，气愤地跺了跺脚后，直接扭身就走了，连头都不回一下。哎，先帝见状轻叹了一口气，这些年确实苦了这丫头，也难怪她对我这么不待见。恕晚辈冒昧，可否请教一下先帝前辈，为何要让玄威来看守这个仙界禁地？萧凡不卑不亢地问道。玄威虽然被气走了，留下他独自面对先帝，但他反倒突然变得没那么拘谨了。玄威与先帝之间的关系这么冷淡，无非就是因为先帝让他一直看守着这仙地禁地。若是能解开这个疑问，或许能帮先帝缓和与玄威之间的关系。闻言，先帝没有回答，而是深深地看了萧凡一眼，平平无奇的一眼，却依旧让萧凡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看着萧凡这么紧张的模样，先帝突然笑了：臭小子，刚刚你欺负我闺女的账，我可还没跟你算。萧凡脸色大窘，急忙解释道：先帝前辈您别误会，
其实我们刚才是在……话说到一半，萧凡突然解释不下去了，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难道他要说刚刚他是在满足玄威特殊的癖好？当着人家父亲的面说这种话不太好吧？行了，我也是过来人，都懂。先帝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萧凡无奈，看来是解释不清了。既然微微不欢迎我，那我就先行离开了。先帝似有深意地看了萧凡一眼，以后这丫头就有劳你这位师傅照顾了。先帝来的突然，去的也突然。待先帝离开后，萧凡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先前先帝是在转移话题，回避他问的问题。对此，萧凡陷入到了深深的困惑当中。为什么就不能说出让玄威看守仙界禁地的原因？难道说这其中有什么隐秘不成？如此看来，或许是他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再说了，对方是先帝，都不知道是比他高多少倍的前辈了，哪有前辈在晚辈面前先做自我介绍的？那未免也太不知轻重了。若是再让玄威讲下去，那他成什么人？随即，萧凡走上前，拱手恭敬道：“晚辈萧凡，见过先帝前辈。”话音刚落，玄威便一脸不悦地将萧凡拉到身边，皱眉道：“你是我的师傅，和这臭老头是平辈，干嘛要这么恭敬？”玄威心里是有些不满，他自己认的师傅却对这臭老头这么恭敬，这臭老头现在心里肯定得意死了。果然，先帝此时满脸笑容，朗声笑道：“微微说的对，既然你是他的师傅，大可不必如此拘谨。”说是这么说，但先帝的声音听起来却满是得意之色。玄威顿时变得气急败坏起来，觉得萧凡给他丢脸了，气愤地跺了跺脚后，直接扭身就走了，连头都不回一下。哎，先帝见状轻叹了一口气，这些年确实苦了这丫头，也难怪她对我这么不待见。恕晚辈冒昧，可否请教一下先帝前辈，为何要让玄威来看守这个仙界禁地？萧凡不卑不亢地问道。玄威虽然被气走了，留下他独自面对先帝，但他反倒突然变得没那么拘谨了。玄威与先帝之间的关系这么冷淡，无非就是因为先帝让他一直看守着这仙地禁地。若是能解开这个疑问，或许能帮先帝缓和与玄威之间的关系。闻言，先帝没有回答，而是深深地看了萧凡一眼，平平无奇的一眼，却依旧让萧凡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看着萧凡这么紧张的模样，先帝突然笑了：“臭小子，刚刚你欺负我闺女的账，我可还没跟你算。”萧凡脸色大窘，急忙解释道：“先帝前辈，您别误会，其实我们刚才是在……”话说到一半，萧凡突然解释不下去了，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难道他要说刚刚他是在满足玄威特殊的癖好？当着人家父亲的面说这种话不太好吧？行了，我也是过来人，都懂。先帝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萧凡无奈，看来是解释不清了。既然微微不欢迎我，那我就先行离开了。先帝似有深意地看了萧凡一眼，以后这丫头就有劳你这位师傅照顾了。先帝来的突然，去的也突然。待先帝离开后，萧凡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先前先帝是在转移话题，回避他问的问题。对此，萧凡陷入到了深深的困惑当中。为什么就不能说出让玄威看守仙界禁地的原因？难道说这其中有什么隐秘不成？如此看来，或许是他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随后，萧凡也不再纠结于这个问题。目前，他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需要去解决。由于玄威觉得萧凡这个师傅丢了他的脸，所以心里有气，一连好几天都不理萧凡。萧凡好话都说尽了，玄威依旧是毫不理会。对此，萧凡深感无奈。有一些办法他是不想使的，但他现在也是被逼无奈。逆徒，你耳朵是聋了吗？为师跟你说话没听见吗？萧凡厉声道。本以为这个方法应该好使，但是令萧凡没想到的是，玄威竟然一反常态，不仅没有露出丝毫愉悦之色，还突然委屈地哭了。师傅，你欺负我！玄威双眸含泪，委屈巴巴地控诉着。一时间，萧凡变得有些无措了起来。这种局面是他万万没想到。难道说玄威突然正常了？
念及此，萧凡不由得松了口气。随即，萧凡一边轻柔地为玄威擦去脸上的泪水，一边柔声道：“是师傅错了，以后师傅再也不凶你了。”那可不行！玄威顿时就急了，也顾不上哭了。萧凡无奈地拍了拍自己的脑门，看来是他想太多了。不过好在玄威终于恢复了正常，虽然这个正常也不太正常，但至少是恢复了正常。今后的日子还长，还有的他受的。平淡的日子一天天过去，萧凡也不由得在想，难道他也永远都要一直留在这里吗？他突然变得有些迷茫。虽然一直留在这里陪伴玄威也挺好，但是他一直都能感应到仙界禁地内那股力量在召唤他。如今虽然他已经打消了想要去找寻那股召唤力量源头的念头，但并不代表他就一点都不好奇为什么他会感受到那股召唤的力量。或许等下一次见到先帝时，可以询问一下先帝是否知晓缘由。这天，萧凡陪着玄威在水池边挖泥。事情的起因是玄威说他现在的这张脸太丑了，想要重新捏一张脸。对此，萧凡深表赞同，还特意给玄威画了一幅画像。画像中是他原本的模样。虽说他对玄威的手艺不太抱有希望，但至少也要努力一下。这荷花怎么枯萎了？看着水池内枯萎的荷花，萧凡随口说了一句，不过并没有太放在心里。毕竟万事万物都有死亡的那一天，只不过在他来到仙界后，还是第一次看到有枯萎的植物，所以才特意的提了一嘴。而一旁的玄威看着那朵枯萎的荷花，突然愣住了。见玄威呆呆的望着那朵枯萎的荷花，萧凡有些好奇的问道：“怎么了？荷花为什么会枯萎？”玄威眉头微蹙，脸上充满了不解。萧凡闻言一愣，万事万物都有寿终正寝的时候，玄威不至于连这么简单的一个常识都不知道。既然玄威此时会有此疑惑，那就说明在此之前玄威从未看到过有植物枯萎。仙界的植物都不会枯死吗？萧凡问道。玄威点了点头，随即解释道：“在仙界，即便是普通的杂草，在仙气的滋养下，最终都会蜕变为仙草，脱离寿命的限制。也就是说，在仙界之中，一切生灵都不会自然死亡。”玄威一边解释着，一边小心翼翼地拔出了那一朵枯萎的荷花。他已经仔细确认过，这朵荷花并没有受到外来的侵害，确实是自然枯萎的。这就令玄威感到十分的不解了。为什么好端端的这朵荷花会枯萎了？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原因后，玄威干脆也就不去想了。毕竟也只不过是一朵荷花而已。他更在意的是这一次能不能把萧凡的脸捏得好看一点。将这朵枯萎的荷花丢到一边后，玄威便专心的去捏起泥来。反倒是萧凡一直望着那朵枯萎的荷花，久久没有回过神来。在下界，植物枯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是自然的法则。但是在仙界，自然的法则是植物永远不会枯死，而这朵荷花却违背了仙界的自然法则。那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这朵荷花有什么特殊之处，要么就是仙界的自然法则出现了变化。想到这，萧凡的心中不由得泛起了一丝忧虑。若这朵荷花只是个例，那自然是不用太过担心的。但如果是仙界的自然法则出现了变化，那恐怕事情就没有那么的简单了。不过想了想后，萧凡觉得自己有些杞人忧天。毕竟就算真的是仙界出现了什么变故，那也有先帝顶着，完全轮不到他去担心。就这样，萧凡也放下了心中的忧虑，跟玄威忙活起了给自己重新捏脸的事情。最终在萧凡的指导下，玄威终于帮萧凡把脸捏好了。师傅，你就放心吧，等下一次我一定能帮你把脸捏的和这幅画像中的一模一样。玄威信誓旦旦地看着萧凡。希望如此吧。萧凡无声地叹了口气。虽然他现在的模样与原本的样子还相差甚远，但玄威确实是比先前有了巨大的进步，至少他现在看起来像个人了。日子一天天过去，自从先前那一朵荷花枯死后，接下来的每一天，仙山上都有植物枯萎死亡。一开始是那些花草之类的小植物，但慢慢的，就连那些高达数十丈的大树都开始了枯萎。
一开始玄威还并没有太当一回事，但是逐渐的他也开始意识到了有些不对劲，因为他能明显的感觉到空间中的仙气浓度在下降。若是再这么持续下去，终有一天仙界的一切都将无法再维持下去。昊天境外，所有人突然都变得紧张了起来，难不成仙界真的出现了什么变故？是否也是因此神族女帝才被迫来到下界的？飞升仙界是所有修行者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若是仙界真的出现了什么变故，才让幽冥魔帝萧凡不得不斩断仙路，恐怕世间所有的修行者都接受不了。毕竟原先在他们看来，幽冥魔帝萧凡成仙后之所以斩断仙路，只是为了一己私欲，让世人都无法再成仙，他也不用强制飞升仙界。这样一来，世间就没有人能制裁他，他就能统治整个下界了。只要他们打倒了幽冥魔帝萧凡，然后再想办法将仙路重新接上，世人便能再次成仙，飞升仙界了。可现在昊天境显示的画面内，很明显仙界正在发生变故，搞不好仙界都可能会不复存在。紧张、害怕、恐惧、担忧充斥着此时每一个人的内心，所有人都迫切地想要知道答案，因此众人不由得朝着沐浴在神光内的神族女帝望去。而原本先前非常活跃的神族女帝，此时却隐藏在神光内一言不发，突然陷入到死寂一般。没有人知道神族女帝此时究竟在想什么。不过即便看不到神族女帝现在脸上是什么表情，但众人还是能感受到神族女帝身上流露出的阴郁气息。不少人猜测神族女帝定然是想起了什么伤感的记忆，所以才突然沉寂了。难道说仙界真的？想到这，所有人都不敢再往后想了。为了知晓仙界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众人紧紧地朝着昊天境望去。昊天境内，萧凡虽然看出了玄威的心绪不宁，但对此他也确实是无能为力。就在这时，虚空之上突然传来了巨大的钟鸣声，咚咚咚，古老、神圣而又庄严。听到这巨大的钟声，原本心绪不宁的玄威顿时就安心了下来。臭老头，总算是不装死了。看着有些疑惑的萧凡，玄威解释道：“这是仙庭的仙钟，一旦仙钟被敲响，仙界内所有的仙人都要立即前往仙庭。想必是那个臭老头也开始着急了，要召集所有仙人去商量对策。”说到这，玄威的脸上不由得露出了笑容，因为他发现在仙钟被敲响后，他不允许离开的禁制也被解除了。师傅快，我们也去凑凑热闹。说罢，玄威拉着萧凡的手就迫不及待地上天了。在虚空之上，云层之间，有一座巨大磅礴、充满了古老苍茫气息的宫殿悬于此，只一眼便让人无不心生震撼。昊天境外，不少人都已经激动地哭了。先帝出手了，所有的难题一定都会被解决的，仙界也一定会没事的。而且有生之年竟然能见到神话传说中的仙庭，这辈子也没什么遗憾了。不过也有人在看到这座仙庭后心生疑惑，就比如说瑶池女帝。看着昊天境画面中显现的这座仙庭，瑶池女帝眉宇间充满了诧异之色，因为这仙界的仙庭竟然与她所在的天庭一般无二。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仙界的仙庭与下界的天庭之间有某种特殊的联系？带着这个疑惑，瑶池女帝神情凝重地朝着昊天境望去。昊天境内，来到仙殿内，玄威带着萧凡躲在了一根云雾弥漫的石柱后面，而萧凡此时也终于见到了其他的仙人。这些仙人虽然模样身材着装各异，但身上基本上都散发着祥和、平静、与世无争的气息。总而言之，那就是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像是那种德高望重、平易近人的前辈，互相见面时也非常的客气。不过想想也是，能飞升仙界的修行者，哪个不是经历了无数的挫折与磨难，千锤百炼之后，心态早就变得平和了。好不容易飞升了仙界，就是来享受胜利果实的。如今拥有无尽的寿命，而且仙界之中各种各样的仙药仙针满地都是。互相之间说实话是很难产生什么矛盾与争端，毕竟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昊天境外，
那是我凌云宗开山祖师法天道人。”人群中有一位老者泪流满面，神情激动地看着昊天镜中显现的画面。他是凌云宗现任掌门，基本上每日都会瞻仰开山祖师法天道人的画像，所以他绝对是不可能认错的。众人闻言不由得心生艳羡，毕竟能通过这种方式看到自家开山祖师的真实容貌，那绝对是一件令人激动不已的事情。有了这个先例后，其他人也不由得开始在昊天镜显现的画面中找寻着自家宗门飞升仙界的前辈身影。很快的，一道道激动的声音不断响起。昊天镜内，这些仙人都在讨论着最近植物枯萎、仙气逐渐变得稀薄的事情。萧凡能从他们的脸上看到担忧之色，令这些清心寡欲的仙人都不再淡定。显然这件事已经相当的严重了。就在仙界所有的仙人都到齐后，仙殿之上随即开始显现出先帝的身影。拜见先帝！所有的人都恭敬地朝着先帝朝拜着。此时此刻，萧凡也终于见到了先帝的另一面，威严、宏大、庄重，令人不敢直视，如同一尊高高在上的神灵，忍不住想要臣服膜拜。先帝的声音缓缓响起，想必诸位也已经察觉到了近日以来仙界之中发生的变化。所有仙人此时都恭敬地听着，他们来此就是希望先帝能给他们一个答案，能让他们安心。但是当他们听到先帝的下一句话后，脸色骤变，再也无法保持从容。只听先帝缓缓说道：“世间一切都有终点，而我们这个纪元也已经走到了末路。再过不久，所有的一切都将腐朽，黑暗将吞噬一切，由仙界蔓延至下界，直到世间的所有一切都彻底湮灭在纪元的毁灭之中。”此言一出，所有仙人都被震惊得无以复加，呆立当场。萧凡亦是如此，因为这个消息实在是太令人难以接受了。纪元走到终点，世间一切都将彻底湮灭，并且除了仙界以外，诸天万界无数位面，所有一切都将彻底不复存在。连眼前这些道心坚固的仙人都无法再保持淡定。若是这个消息传入下界，不知道还会引发多么巨大的震荡。若是这个消息是出自别人之口，或许还会有人怀疑真实性。但是说这话的人还是先帝，世间最为尊贵强大的存在，没有人会觉得是在开玩笑。此刻昊天境外，每个人都瞪大了双眼，嘴唇颤抖，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真相。我不相信，若是真如先帝所说，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一点事都没有？此言一出，顿时就迎来了附和声，就是要知道我们现在看的可是幽冥魔帝在数千年前发生的事情，世界要毁灭早就毁灭了。很快，这样的观点就得到了众人的认可，毕竟他们现在还活生生地站在这里，整个世界看起来也并没有什么异常之处。所有人都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纪元真的走到了尽头，毕竟谁也不想死。别说这些普通的修行者和凡人了，就连冷若雪这些女帝们都不愿意相信，毕竟他们还想着等救出了萧凡之后，未来还有无尽的岁月可以在一起。但是现在却告诉他们，纪元已经走到终点，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这让他们如何能接受得了？所有人都不愿意相信。直到，那你的意思是我父亲在撒谎吗？一道极为凄厉的声音响起，众人循声望去，只见神族女帝已经散去了笼罩在身上的神光，露出那张满脸泪痕、伤心欲绝的面孔。众人见状，顿时怔住了。神族女帝此时那张憔悴的面孔，光是看一眼都令人感到黯然神伤。毫无疑问，神族女帝定然是想起了些什么，才会遭受到这么巨大的打击。原本内心还十分坚定的众人，也不由得开始了动摇。难道说仙界真的已经不复存在了？那为什么下界还一直相安无事？神族女帝，您是否是想起了些什么？可否为大家解答疑惑？有人向神族女帝询问，想要知晓究竟是怎么回事。闻言，玄威缓缓擦去脸上的泪痕，黯然道：“我确实想起了那段记忆，那段仙界被黑暗吞噬的记忆。仙界的一切，包括我的父亲仙帝，也已经彻底的湮灭，不复存在了。